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中。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 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
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血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撕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示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
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灵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
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
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攸关台海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解放军铤而走险，尝试渡海攻台，他们脚下的船能有几艘完整地开到对岸？台湾手握2000枚反舰飞弹，400辆海马斯火箭发射车，满地插满肩扛式刺针飞弹，早已把台湾海峡布置成一座死亡之海。小粉红们口口声声3天解放台湾，但在吹牛之前，是否该先照照镜子问问，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打击火力，他们真的敢冒险把数十万大军送上那片恶海吗？试想那样的场景，某个黎明前的黑夜，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灯火通明，成百上千艘载满士兵和坦克的灰色登陆舰，2栖运输船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挤满了头戴钢盔的解放军官兵，心中五味杂陈，有人紧握枪械，有人默默望向漆黑的远方。此时他们脚下唯一的立足点就是那一艘薄薄的钢铁船壳，四周是茫茫大海，头顶是漆黑夜空，他们的目的地正是远处目不可及的台湾海岸线。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后不久，远处台湾的山峦还隐约沉睡在夜色中，但是就在解放军官兵以为黑暗能暂时庇护他们时，意外的变故发生了。最前方的一艘2栖登陆舰雷达突然尖锐地鸣叫起来，打破了海上的死寂。几秒钟内，更多军舰的警报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被台湾方面的探测雷达锁定了。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早在解放军船只集结之时，台湾遍布沿岸和外岛的长程雷达、岸基光电感测器，甚至潜伏的无人机就已经远远发现了海上的异常动态。现在数十枚高速掠海而来的反舰飞弹正破空袭来，划破夜幕。几道细长的火光在漆黑海面上突然出现，以音速般的闪电之势扑向舰队。领头的一艘071型船坞登陆舰匆忙启动近迫武器系统，猛烈开火，试图拦截飞弹，掀起一连串炫目的弹幕和火花。然而那些台湾发射的反舰飞弹，有的贴近海平面疾驰，有的甚至在末段突然拉高俯冲，动作诡谲难测。只见其中一枚高速飞弹闪过层层弹幕，狠狠撞上了这艘巨大的登陆舰侧舷。片刻之后，夜空中传来一声震耳巨响，整艘战舰猛然喷出火光。数百名挤在舱内等待登陆的解放军官兵甚至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连同他们的钢铁巨兽一起被爆炸撕成碎片。海面上泛起巨大的火球和浓烟，残骸碎片四散飞溅，幸存者惊恐尖叫，海水瞬间洒满浮起的残骸和落水的士兵。此时此刻，其他中国登陆船上的将士们也亲眼目睹了这可怕一幕。他们原本被灌输说台军的反舰飞弹没什么用，如今却眼睁睁看着友军的运输舰被一枚飞弹击沉，数百条人命顷刻随船殉葬。他们终于明白，在汪洋大海上，脚下的船只就是他们唯一的立身之地，而一旦这脆弱的生命之舟被击穿击沉，他们将如无根浮萍般沉入无情的大海，任凭装备再先进，士气再高昂，也无济于事。这还只是开始。随着第一波反舰飞弹袭击的展开，台湾西海岸密布的飞弹发射车此刻宛如沉睡已久的豪兽，忽然苏醒。一辆辆伪装在林地、海岸碉堡或机动于公路的发射车同时抬起发射架，对准台海上庞大的入侵舰队倾泻出新一轮杀机。仅仅数分钟内，又有20-30枚各型反舰飞弹接连从沿岸不同位置射向海天交界处。从陆基发射架上升空的雄风2型和3型飞弹拖着尾焰掠向大海，还有从机堡中飞出的雄风反舰无人机滑翔到海面低空寻找猎物的踪迹。
台湾的轻型快速舰艇机动发射载具四处开火，不断发射新一轮的飞弹，甚至连台湾空军的战机此刻也紧急升空，远距发射美制 AGM-84鱼叉飞弹助阵。可以说，短短时间内，四面八方有如雨点般的各式飞弹朝着解放军舰队铺天盖地的袭来，解放军舰队顿时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恐惧当中。一些比较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疯狂发射干扰丝、诱饵火箭弹，希望能欺骗来袭的飞弹制导系统。一枚枚干扰弹在空中炸开，散出明亮的镁光和红外热焰，企图引诱红外或雷达导引的飞弹偏离目标。同时，舰载防空飞弹和快炮近防系统也在全力开火拦截，形成弹雨交织的火力网。然而，台湾方面精心准备的反舰攻势早已考虑到敌方的防御，采取齐射饱和攻击策略，一次性在不同角度、不同高度投入远超对方拦截上限数量的飞弹。再锐利的防空之舰也架不住飞弹密集如雨点般袭来，霎时间又有数枚飞弹撕开了防御火网的缝隙，分别命中了解放军舰队中的多艘舰艇。一艘较小的072型登陆舰被2枚雄风2型次音速飞弹从左右两舷几乎同时命中，船体剧烈震颤，顷刻断成2截沉没，甲板上载运的数十辆军卡和补给品散落海中，随浪漂浮。另一艘属于新锐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巨舰，虽然舰体庞大，但也被台湾超音速的雄风3型航母杀手重创。这枚飞弹以3倍音速直插舰桥，强大的动能外加高爆弹头在舰体内部引发剧烈爆炸，直接将整座舰桥掀飞，船上的指挥中枢顿时化为火海。更远处，一艘护航的54A 型导弹护卫舰虽然成功拦下一枚来袭飞弹，但另一枚鱼叉飞弹紧随而至，钻入吃水线下爆炸，顿时撕开船底一个大洞。这艘护卫舰无力继续战斗，开始倾斜进水，其上的官兵仓皇逃离炮位。不到半小时光景，解放军原本气势汹汹的第一波两栖攻击编队就被打得人仰马翻，多艘大型登陆舰起火燃烧或沉没，运载的部队和重型装备沉入海底，还未着陆，成百上千名士兵便葬身鱼腹，让原本计划嚷嚷3天灭台的狂言顿成笑柄。此时，在台湾西部海岸某处，一处伪装良好的飞弹阵地内，数名台湾飞弹部队官兵透过雷达荧幕与无人机回传的画面，凝视着远方海面上升腾的火光。他们没有时间庆祝战果，因为战斗尚未结束。指挥官冷静地下达下一波齐射的命令，所有发射车迅速转移阵地并装填备弹，准备再战。这群官兵日复一日的训练，等的不就是现在吗？他们深知身后就是自己的家园与亲人，一步都不能退。一位年轻士官默默摸了一下贴在钢盔下的家人合照，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快速操作导引系统，锁定一艘尚未被击中的敌大型运输舰，随即按下发射钮。伴随剧烈的火光，一枚反舰飞弹从发射箱中腾空而起，直扑目标。片刻后，远处通讯频道传来观测哨兴奋的呼叫，命中目标。这位年轻士官长长吐出一口气，拿起对讲机报告：敌舰受创，继续射击。他的双手仍旧微微颤抖，但心中的恐惧已渐被满腔的愤怒与守土决心取代。整个阵地里，台湾士兵们的士气随着每一次成功击杀而高涨。他们明白，正是自己手中的飞弹为台湾赢得了一线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本岛之外，国军控制的金门、马祖、澎湖等外岛也可能成为战争初期的焦点。由于他们地处前线且孤悬海外，解放军很可能先集中火力攻击夺取这些岛屿，以瓦解台湾的外围防御。然而，外岛守军的抵抗至少能争取到宝贵的预警时间，并消耗敌方一部分兵力和弹药。金门、马祖等地面积有限，驻军相对单薄，但地形复杂且设防完备，也足以让解放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外岛终究难以固守，台湾军方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可能会撤离主要部队并摧毁岛上重要设施，避免资源落入敌手。外岛的得失虽不直接决定战局成败，但其象征意义重大。中共若动手攻占外岛，等同于正式揭开战争序幕，台湾本岛将立刻进入全面作战状态。这时，
台湾反而能利用敌军忙于攻岛的时机，更从容地完成本土防御部署，挫败敌人的奇袭企图。现在我们不妨冷静拆解一下解放军可能的剧本，以及台湾方面的因应。首先，解放军若真想发动突袭，他们必须在大举登陆前做大量准备工作，数十万部队调动，上百艘船舰集结，绝非一夜能成。早在登陆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大陆沿海港口就势必出现异常繁忙的迹象，铁路在不停向码头输送坦克和补给，部队在沿海集中待命，大批民用运输船被征调涂上伪装色。这一切，即便中共严加保密，外界透过卫星和情报也很难完全忽略。21世纪的今天，高解析度商业卫星每日掠过台海，各国情报机构更是对风吹草动保持敏感，一有异样，台湾和国际社会必然高度警戒。换言之，解放军几乎不可能复制当年诺曼底登陆的战略奇袭。一旦迹象显露，台湾军民就会进入临战状态，飞弹部队机动到预伏阵地，各重要机场、港口进入戒严管制，战机加紧战备巡航，预备役部队动员集结，甚至民防团体开始构筑路障碉堡。可以想见，当解放军第一波导弹落下时，台湾所受的打击虽然惨烈，但绝不会是一个毫无准备、束手待毙的对象。相反地，台湾有一套保持生存力的预案，重要目标如指挥所、雷达站分散备份，战机与舰艇事先疏散至多处隐蔽机堡和港湾，多层通信网络抗毁，包括光纤、卫星、微波等多渠道，以确保命令传递，各地储备的油料弹药迅速下发部队。就如同乌克兰在俄军猛攻下仍能保持国家机能，台湾也将努力撑过最初的狂轰滥炸，包括以爱国者、3羽天弓、3防空导弹拦截部分来袭弹道导弹，保存实力，等待反击时机。在这期间，台湾西部沿岸线将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从地形上看，台湾西岸地势平坦，是唯一可能登陆的方向。然而平坦不等于易攻，西海岸线虽长达400公里，但真正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滩岸寥寥无几。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伊安迪等专家研究指出，台湾本岛可供重装部队登陆的主要滩头仅10余处，如北部的林口至观音海滩、桃园竹围附近、台中清水与大肚溪河口一带、嘉义布袋、台南北门、云林麦寮及屏东嘉东沿海等。这些地点无一不是台湾军方经营多年的防御要点。举例而言，在桃园观音海滩和台中清水海滩附近，早已建有坚固的混凝土火力点与地下坑道，滩头背后布满铁丝网、壕沟和反登陆木桩。平日里或许看不出异样，但一旦战争临近，这些预藏的工事将快速完善。高密度的地雷阵埋设在沙滩、浅水处，岸边竖起一道道倒刺般的钢轨巨马，防止登陆载具冲上公路。在南部滨海的七股西湖与北门沙洲，台军甚至计划运用以水拒敌战术，一旦敌军登陆，即开闸放水淹没低地，令装甲车辆无法顺利扩张战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可能的滩头都准备了独特的见面礼。此外，台湾对自己的港口城市也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如果敌军企图仿效二战中德军的战术，夺取大型港口以便直接卸载重装备，那么抱歉，台湾方面早已规划反制措施。关键港湾设施如大型码头、船坞预埋炸药，必要时可以引爆拆毁，不给敌人现成的登陆据点。同时，港区附近街道布满预备的反坦克壕和障碍，一旦有散将敌军或渗透特工企图奇袭港口，也将陷入巷战泥淖。简言之，台湾不会让解放军轻松夺取任何一处完好的登陆门户，连能停靠大型船只的码头都要一同毁掉。这种焦土抗战的决心，正是为了防范敌军利用台湾的基础设施迅速巩固桥头堡。再看台湾的纵深地形，一旦登陆者突破滩头线，也不代表安全。台湾西部虽为平原，但河川纵横，灌溉沟渠密布，每隔几公里就是一道天然屏障。比方说云林、嘉义一带有浊水溪与巴掌溪，台南有曾文溪、高屏溪，北部有大汉溪，
淡水河。台湾军民可以利用这些河道做防线，破坏桥梁，延制敌军推进。甚至公路上的高架桥也可成为反装甲伏击点，预先装满炸药，当敌车队通过时，在高处引爆，造成路障。这些战术看似寻常，却经常在历史上让侵略者头痛不已。例如2022年俄军进攻基辅，乌克兰军队炸毁桥梁，水坝放水淹地，成功迟滞俄军装甲纵队。台湾当然深谙此道。谈到心理与士气，更是防御战中不容忽视的利器。试想，当解放军历经千辛万苦抢上几片沙滩，环视四周，却发现自己陷在陌生而敌意的环境，村庄里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相反，可能埋伏着持枪自卫的民兵。远处庙宇铁塔上飘扬的不是象征解放的红旗，而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台湾旌旗在烈烈风中招展。台湾多年来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愈来愈多民众参与后备军事训练。2025年以后，台湾已编组超过20万的后备部队，暂时将投入各地协防。此外，政府也决定将义务兵役延长至1年，加强对年轻公民的战训，确保全民皆能参与保卫家园。他们虽训练不如现役军人，但守卫家园的决心却是不容小觑的。美军将领也曾说，一支为保卫家人而战的军队，战力足以以一当十。解放军士兵渡海来攻，面对的是一整个不屈服的岛屿，越往内陆，枪口和陷阱只会越多，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心理压力亦将与日俱增。反观解放军一方，长久缺乏实战考验也是一大隐忧。他们上一次大规模作战还是在40多年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未有跨海登陆经验。虽然近年来中共军队着力于联合作战演习，模拟攻台推演，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真刀真枪之际仍变数丛生。两栖登陆尤其需要海、陆、空、天、电全方位协同，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前功尽弃。比方说，登陆开始前的弹道飞弹齐射，若未能瘫痪台湾防空预警系统，解放军运输机与直升机就难以安全投送兵力。而如果他们畏惧台湾飞弹网而不敢派出空军掩护，单靠海上舰炮和远程火箭炮也无法压制台湾滩头防线。又如海空协同问题，舰队需要空中护航，但战机航程有限，需依赖前进机场或空中加油才能延长制空时间。在强敌环伺下，调度稍有失误或通信受干扰，战场局势就可能急转直下。还有一个中共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的因素，大国干预与核风险。且不论美日等国是否会直接出兵，至少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容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若解放军登陆受挫，他们会否孤注一掷，考虑战术核武？理论上也许存在这种危险选项，但实际操作近乎疯狂。在台湾本岛使用核武，无异于对自己想统一的土地和人民来一场自毁式打击，而且极可能引发美国更猛烈的报复反击。因此核选项几乎只存在于恫吓层面，真动用等同自取灭亡。如此看来，北京如果理性，就会在常规框架内衡量胜算。然而常规路径里，他们仍看不到容易取胜的方案，速战速决的几率极其渺茫，持久消耗又对中国经济和政权稳定极为不利。进退维谷之间，战争胜算不断被削弱，这其中每一项变数都增加了冒险的成本。2025年已至，仍有战争狂人鼓吹所谓2027年武统台湾的时间表，但国际趋势与台湾自身努力正大幅提高侵略的门槛。今天的台湾比起几年前更强大，更难以征服，自制飞弹越造越多，无人机蜂群、制空巡弋飞弹等新兴战力与 AI 监视系统投入运用，美日友邦的情报支援也日益紧密，民心士气更因目睹乌克兰英勇抗敌而愈发坚定。反观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持续现代化，但真正投入战争才能见真章。理论上谁都可以纸上谈兵喊打赢，但实践中状况百出，再强大的军队也不敢保证零失误。如果中国决策者还有一丝冷静，他们应该看得到台湾的充足准备和自身的明显不足，同时台湾的民主盟友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一旦台湾成功撑过入侵初期，美国、日本等国极有可能以各种方式支援台湾，提供即时情报、后续武器补给，甚至直接派遣海空军力量遏制解放军扩张战果。在美军强大的潜艇部队与远程轰炸力量介入下，解放军本已伤痕累累的登陆舰队恐怕将难逃覆灭命运。这意味着北京若无法迅速拿下台湾，反而会面临大国联手反制，更增添其冒险行动的顾忌。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北京当局不止一次试图以武力和威胁改变台海现状，但都无功而返。1958年发动金门炮战，企图消灭国军前线据点，却遭遇台湾军民顽强抵抗与美国公开援助，最终中共被迫宣布单方面停火。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台湾守住前线告终。1995年至1996年，中共又在台湾周边试射飞弹，妄图恐吓台湾放弃首次总统民选，但此举反让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海附近警戒，向全世界宣示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北京在强大国际压力下知难而退，那场台海飞弹危机最终有惊无险的平息。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动武恫吓不仅无法征服台湾，反而会激起台湾更强的抵抗意志，也引来国际社会更强力的反制。答案似乎越发清晰，解放军敢不敢渡海？恐怕不敢轻举妄动。一场轻率的冒进换来的只会是整支舰队的灰飞烟灭，成千上万青年士兵的葬身鱼腹，以及中共数十年军力积累的毁于一旦和政权合法性的动摇。台湾海峡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杀机。台湾已将自身武装成一只难以下咽的豪猪，满身的尖刺令任何掠食者都心生畏惧。那些满嘴武统易如反掌的好战之徒，如果有机会站上解放军的登陆艇甲板，面对迎头扑来的炮火与飞弹，不知还能否喊出同样狂妄的口号。真正明智的人都懂得，最好的战争就是不必开战，而能避免战争的关键就在于让潜在侵略者明白，这一仗你赢不了，而且代价大到你无法承受。最后，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台湾防御准备得越充分，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因为对手清楚台湾不好打，也打不赢，才会更加谨慎收敛，不敢贸然挺险。未来，台湾仍将继续加强自己的武装长次，包括发展更多元的飞弹与无人作战系统，同时以理性和善意呼吁对岸放弃动武的选项。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实力争取而来的。在这场心理与力量的较量中，台湾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不挑衅，但也不畏战。如果你非要来，那就准备迎接你可能承受不起的损失吧。一句话，解放军敢渡海吗？先问问自己能活下几艘船，再决定要不要自取灭亡。今天我们要聊聊台湾版铁穹是否即将问世，以及北京的威胁是不是正被当作空气般无视。同时，以色列国会有72名议员集体力挺台湾，让北京颜面尽失，喊出台湾我们挺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台湾的防空盾牌计划如何牵动国际局势？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其中的曲折离奇。首先，什么是铁穹？简单来说，铁穹是以色列研发的一种飞弹防御系统，专门用来拦截短程火箭弹和炮弹。想象夜空中突然出现无数道明亮的弹迹，那不是流星雨，而是铁穹发射的拦截飞弹在半空引爆来袭火箭所形成的壮观场景。2011年左右，铁穹系统正式部署，几度在加萨冲突中大放异彩。当哈马斯民兵朝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弹时，铁穹雷达瞬间捕捉轨迹，计算落点，如果判定会威胁民居，就立即发射塔米尔拦截飞弹，迎头拦截。在2012年、2014年的加萨冲突中，铁穹拦截率据称高达90%，有效保护了平民免受火箭袭击。可以说，铁穹这2字在当时家喻户晓，仿佛为以色列百姓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然而，这把保护伞也不是毫无极限，每枚塔米尔拦截弹造价约5万美元，拦下一枚简易火箭往往要发射2枚拦截弹。当敌方齐射大量火箭时，铁穹面临巨大的压力。
不仅要确保计算机瞬时分辨哪些火箭会落在人群，哪些将落空地，还得有足够的拦截弹快速补位。一旦火箭与超过拦截弹的库存或同时来袭，方向过于分散，就有可能出现漏网之鱼。事实上，过去几年的冲突中，以色列也曾有过拦截系统一度告急，必须紧急调配增援弹药的状况。有几次哈马斯或其他武装团体齐射上千枚火箭，以色列虽然拦下大多数，但仍有少数落入城市造成伤亡。铁穹的神话在现实战争中被逼近极限，提醒着人们，再精密的防御也需要面对弹药耗尽和战术饱和的挑战。以上是中东战场上的故事，但让我们转个视角，看看远东的台湾以及北京和以色列之间微妙的态度变化。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袭击，大批火箭弹漫天飞舞，武装分子甚至突袭边境城镇。在那场危机中，以色列依然依赖铁穹系统防御空袭，同时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这一次国际政治的角力却出乎意料地影响了日后台湾与以色列的关系。当时，北京当局对这场冲突的反应令许多以色列人侧目。中国不但未明确谴责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反而一味呼吁各方克制，并很快与俄罗斯一道呼吁停火，对以色列的处境缺乏同情。更令耶路撒冷失望的是，北京多年以来和伊朗关系密切，而伊朗正是哈马斯幕后最大的军火资助者之一。在以色列人看来，中共政权在这次事件中的立场偏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这种感受在以色列内部发酵，成了地缘政治格局转变的催化剂之一。长久以来，以色列虽然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但也和中国保持经贸往来，在政治上小心翼翼，避免触怒北京。毕竟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又掌握一个中国原则的话语权。然而哈马斯冲突后，以色列各界逐渐认清，在生死存亡的战争时刻，北京并未站在文明世界谴责恐怖主义的一边。相反地，中国与以色列死对头伊朗的军事合作却日益加深，这些迹象让以色列对北京的幻想彻底破灭。不少以色列人开始质疑过去对中国的谄媚和顾忌是否值得。既然北京无意与以色列真正站在一起，以色列又何必再对中国的感受畏首畏尾？与此同时，台湾在哈马斯冲突期间的表现则赢得了以色列社会的好感。当以色列遭遇袭击时，台湾政府和民间第一时间表达了对以色列的谴责、恐攻与支持慰问。台北101大楼亮起以色列国旗灯光，台湾外交部公开声援以色列自卫权利，台湾民众也通过网络向以色列人民传递关怀。虽然台湾远在东亚，没有直接介入中东事务的能力，但这份道义上的声援令以色列颇为感动。毕竟在那困难时刻，能明确支持以色列的亚洲国家并不多。台湾的友善态度和北京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悄悄为台以关系埋下转机的种子。时间快转到2025年仲夏，一个前所未见的举动震动了国际外交圈。7月下旬，以色列国会又称克尼瑟特，超过一半的议员跨越11个政党联名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亲台声明。120席的国会中，竟有72位议员联署。这份共同声明由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波阿兹·杜博斯基牵头，包含多位副议长在内，执政联盟和在野党议员纷纷签名支持。声明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长期以来遭受国际组织系统性排除，包括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都被排除在外。这种对台湾的不公平待遇毫无正当性，且极不负责任。声明赞扬台湾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如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展现的卓越能力，以及台湾对其他国家的积极协助，强调国际社会应正视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必要。这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声明一经发布，台湾举国振奋，台湾外交部对以色列国会首次不分党派地发出坚定挺台声音，表达诚挚感谢。要知道，过去许多年里，即使有如美国、日本在官方场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时，也多有顾忌措辞。然而以色列这回等于是立场鲜明地告诉世界，排挤台湾是不对的，
以色列支持台湾走向国际。这种直白而有力的声援，在以色列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对台湾来说，则是一剂强心针。为什么以色列国会突然有如此大的动作力挺台湾？这背后既有价值观因素，也有现实考量。价值观上，以色列与台湾同为民主政体，人民珍视自由与生命。在目睹台湾在国际场合被中国打压多年后，以色列议员终于选择站出来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不能再对霸凌行径沉默。此外，现实层面如前文所述，哈马斯战争的经历令以色列看清中国与自己利益并不一致，那么自然也就少了替中国顾虑的必要。正如有评论所言，当全世界最会算计生存法则的犹太人都决定不再对共产党客气，这释放的信号格外引人深思。以色列此举无疑是对北京的一记响亮耳光。过去你威吓全球孤立台湾，但如今连曾经对你恭敬有加的以色列人也公然不甩你的脸色了。北京当然对以色列国会的联署恼羞成怒，中国外交部和驻以色列大使馆很快透过官方和非官方管道表达严重关切和不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挑战。特别是在稍后台以关系持续升温之际，北京更使出了战狼式的威吓语言。2025年9月，以色列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杜博斯基率领访问团前往台北，受到了台湾总统的高规格接见，这已经是以色列多年来罕见的对台高层互动。紧接着不久，以色列多家军工企业破天荒地现身台北的国防工业展览会，睽违24年再度高调参展，展示先进的国防科技。这一系列举动令北京勃然大怒，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社群媒体发文，点名痛斥杜博斯基是麻烦制造者，放话威胁他和以色列若继续一意孤行，将会粉身碎骨。这种措辞之狠，仿佛黑道大哥放话，连外交辞令的面纱都撕了下来。然而，此等恐吓在以色列几乎没人买账。以色列媒体对中国使馆的失态言论多有嘲讽，网民也挖苦道：我们犹太人连亡国灭族都经历过，还怕你嘴上的威胁吗？杜博斯基本人更没有因此退缩半步，他回国后继续在国会为台湾发声，强调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对抗威权霸凌。北京的怒吼最终沦为一阵空洞的回声，除了取笑自己脸都气绿了之外，对以色列政府或民间的态度毫无影响。如果说过去各国多少还会顾及中国发火，如今以色列的反应则显示出一种新的常态，北京的威胁真的被当成空气一样了。这种局面的出现放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回想早先，以色列其实曾非常在意中国的看法，甚至有过配合北京的记录。例如，以色列过去很少高调谈论台湾，对达赖喇嘛访问也冷处理，就是为了讨好中国。然而国际风云变幻，终已关系到了2025年，已经今非昔比。除了前述的哈马斯事件导火索外，其实美国在幕后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国长期以来是以色列最大盟友与军援来源，但也对以中走近感到忧心。过去华府曾多次介入阻止以色列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出口，例如1990年代以色列研发的先进预警机差点卖给中国，最后在美国施压下告吹。又如2000年代以色列出售无人机给中国，触怒美方，导致乙方官员引咎辞职。如今美国看见以色列在中国靠向伊朗、俄罗斯后态度转硬，自然乐见其成，甚至很可能在背后默许，甚至促成以台之间更多合作。可以说，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缰，不再受制于对北京的忌惮，而这匹中东野马的走向正悄悄朝台湾靠拢。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台湾本身。今年台湾最大的国防热词之一就是台湾之盾 T-Dome， 这个被媒体戏称为台版铁穹的计划正式浮上台面，是在2025年10月的双十国庆演说上。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国庆谈话中郑重宣示，台湾将加速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对于熟悉军事的人而言，这番话几乎明白无误地透露出台湾决心发展属于自己的类似铁穹的防空网，要让敌人的飞弹火箭来再多，也能一一拦下。
不再像1996年那样对着共军飞弹只能干瞪眼。消息一出，全台湾舆论一片热议，支持者欢欣鼓舞，仿佛看见未来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护卫着岛上的人民。有军事专家指出，台湾常年受解放军飞弹威胁，早该发展主动防御，如今终于等到政府大力投入，实在可喜可贺。特别是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各国都目睹乌克兰城市遭受飞弹、无人机洗礼的惨况，对防空的重要性感同身受。台湾之盾计划无疑正合时宜。然而，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人担心台湾财力有限，建立全面的飞弹防御网需要庞大经费，会不会排挤其他军备建设？还有人指出，中国飞弹数量世界第一，质疑就算建了台版铁穹，真打起来拦得完吗？这些疑问其实都切中了要害。台版铁穹将面对比以色列艰巨得多的挑战，无怪乎需要全盘深思。赖总统在演说中并未详细说明台湾之盾的技术细节，但稍后军方和相关专家的一些谈话，让我们得以拼凑出这套系统的蓝图。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台湾并非要复制一模一样的以色列铁穹，而是要建立全空层，涵盖高、中、低空的分层防空能力。这意味着从高层的大气层边缘拦截弹道飞弹，到中层拦截巡弋飞弹与战机，乃至低层拦截火箭弹和无人机，都要有相应的拦截武器和雷达感测器。换句话说，台湾版防空网将比铁穹更复杂、更庞大。事实上，台湾早已有部分分层防空基础，例如高空有美制爱国者3型飞弹拦截短程弹道飞弹，中空有国造天宫3型防空飞弹对付敌机与巡弋飞弹，低空也部署一些野战防空飞弹和高射炮。但这些系统原本各自为政，由空军、陆军、防空部队分别运作，信息共享和指挥链整合上存在断层。台湾之盾的一大目标就是要打通三军防空系统的任督二脉，形成从感测到射击的一体化直管通情报网络。据传，国内负责研发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和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引进美军最新的整合式防空飞弹战斗指挥系统 IBCS。IBCS 可将各种不同雷达、发射单元串联成共同作战图像，哪个雷达先发现目标都无所谓，大家看到的是同一个战场画面，最近的火力单元可立即接战。这种感测器到射手高度融合的理念，正是以色列近年多层防御系统成功的关键之一。除了指挥系统的大脑升级，台湾也在快速研制和部署新的防空拦截武器，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被称为强攻的天宫4型飞弹。这是中科院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飞弹，拦截高度可达70公里，被视为专门针对中共东风系列弹道飞弹而生。有趣的是，军事圈有人发现，强攻1型、天宫4，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功能定位，都与以色列的剑2型 Arrow 2反弹道飞弹系统惊人的相似。剑2由以色列航太工业公司联合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用于拦截高层弹道目标，而天宫4的角色如出一辙。再考虑到波音公司目前也正密切参与台湾防空合作计划，难免让人联想其中是否有技术上的融会贯通。更令人惊喜的是，据报道，天宫4型还会有后续改良的强攻2型，分 A、B 两种弹体。A 型拦截高度直指100公里， B 型射程更预计达1000公里之谱，几乎可说兼具防空与地对地反制能力。国防部已斥资预定了122套强攻系统，准备部署在全台各地重要目标周边，筑起弹道飞弹防御网。当然，中低空层面的威胁也不容忽视。解放军若对台动武，不光会发射东风弹道飞弹，还可能以巡弋飞弹、长程多管火箭、无人机蜂群铺天盖地袭来。这些目标飞行高度较低，速度各异，拦截它们需要更机动、更密集的火力。为此，台湾正向美国采购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 NASAMS， 这种由陆基改装的中程防空飞弹，可加强野战机动防空。而对付低空慢速的小型无人机，台湾也开发了激光炮、
防空炮车等反无人机装备。可以预见，未来台湾领空的防御将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蜘蛛网，不论敌方来的是快如闪电的极音速飞弹，还是慢如浮游的小型无人机，都希望能拦截下来。这正是台湾之盾的终极愿景，多层次、多目标的全面防御。在台湾总统宣布台湾之盾计划的同时，一场神秘的访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进一步透露出台以合作的端倪。2025年12月中旬，路透社独家披露，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已于近周秘密出访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此行低调保密，没有对外公布。正是由于其中涉及台以之间可能开展的防务合作，虽然吴志忠会晤了哪些乙方人士，讨论哪些内容未对外揭露，但外界普遍猜测，焦点离不开台湾新推出的多层防空系统 T-Dome。 毕竟这套系统部分仿照以色列经验，而台湾迫切需要向拥有丰富拦截实战经验的以色列取经。台湾外交部对此新闻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只是回应说，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双方在科技与国防方面确实有互动和相互学习。一语既出，更引发外界无限遐想。很明显，台以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已经悄然展开，而且可能早在这之前就已经有所酝酿。证据之一是，同样在哈马斯战争后的2023年底，时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就曾公开表示，在科技和国防方面，台湾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相互学习和一些互动。他还特别提到，就如同台湾提出了 T-Dome 计划，以色列也有铁穹计划。这番话几乎等于向外界暗示，台湾打算借鉴以色列的铁穹经验，而以色列方面也愿意分享一些 know-how。 有记者问及中国可能的反应，林部长当时不以为然地笑道，台湾提出防空盾不是针对和平善意的国家，只是为了防范威胁，我相信国际社会都理解。至于中国，我们可以想见，他当然气得跳脚。果不其然，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吴志忠密访传闻曝光后的例行记者会上，马上跳出来严正抗议，声称中方已向以方提出交涉，敦促以色列恪守一中原则，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酸言酸语地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什么关外交部夫，试图以老调重弹来羞辱台湾。然而，以色列官方对中方的指责几乎置若罔闻。耶路撒冷外交圈私下透露，以色列政府当然在口头上重申对一中政策的承诺，但同时也强调以色列有权自行决定与台湾进行非官方交流，这不违背一中原则。换句话说，以色列婉拒了中国的无理要求。从这里我们看到，北京的叫嚣再一次变得无足轻重。台以之间的防务合作尽管不会昭然若揭地摆上台面，但蛛丝马迹早已可循。除了前述天宫飞弹与剑2的英雄所见略同外，还有台湾的剑翔无人机令人玩味。剑翔是一种巡飞弹，借由无人机技术的自杀无人机，专门用来猎杀敌方雷达或装甲目标。它首次亮相时，就有人惊呼，这不就是缩小版的以色列哈洛普无人机吗？哈洛普是以色列著名的巡飞弹无人机，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中曾大出风头。台湾剑翔无人机无论外形、作战概念都和哈洛普极为接近。一些外媒推测，台湾可能透过第三方获取了以色列的相关技术。有趣的是，哈洛普无人机当初可是卖给了中国一批，用于解放军演习呢。历史真有讽刺意味。过去以色列企业为了收益，曾一度向中国提供某些军事装备，结果这些年在美国压力下逐渐终止。而现在，以色列反过来可能在帮助台湾提高战力，弥补过去默许中国军备进步的某种过错。一位淡江大学研究以色列问题的教授莫少白就指出，以色列官员永远不会公开承认，但企业层级的合作确实可能存在。这意味着，虽然台以没有邦交，官方上不会有军事同盟，但透过商业公司技术交流，台湾完全有机会得到以色列宝贵的防空经验和技术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此扮演的角色颇为关键。美国作为铁穹系统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对该技术的第三方转让享有发言权。先前有传闻称，
美国陆军也曾购买少量铁穹系统进行测试，因此技术上美方对铁穹非常了解。如果以色列想协助台湾打造类似系统，势必要取得美国的点头。而如先前所分析，现阶段美国应该乐见其成，毕竟台湾强化防空就等于削弱中国飞弹威慑，美国在印太安全上压力减轻，何况以色列如今对中共也没有好感，华府正好顺水推舟，促成民主同盟的合作。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可能透过外国军事融资或技术咨询，默许台湾引进部分以色列技术，例如先进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小型拦截飞弹技术等等，未来都可能出现在台湾之盾的架构中。聊了这么多合作与计划，我们不免要问最终的一个关键问题，就算台湾版铁穹顺利建成，真的挡得住共军如雨倾泻的飞弹火箭吗？这一问题犹如几十年前在以色列内部也出现过的争论翻版。当年以色列研发铁穹时，就有人反对，认为面对成千上万简易火箭，用高科技拦截是成本倒挂，不如直接报复打击发射源头。然而以色列最终证明铁穹的价值，生命无价，只要能减少伤亡，再贵的拦截都是值得的。同理，台湾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飞弹威胁之一，没有任何系统能保证100%拦截，但多拦一枚就可能少一处校园被炸，少一群无辜平民伤亡。从这个角度看，建立防空盾势在必行。台湾不能因为对手飞弹多就放弃抵抗，而是要让对手每发一枚飞弹都冒着白白浪费的风险，让他们的饱和攻击计划变得没那么可怕。不过冷静来说，台版铁穹未来确实有诸多难题需要克服。第一是数量上的悬殊，中国火箭炮和飞弹储备以数千计，台湾拦截弹无论生产还是采购都不可能达到对方弹药库那样的数量，这意味着台湾之盾必须更精打细算。例如，铁穹系统有个聪明之处，就是透过软件判断来袭弹道的落点。如果计算发现那颗火箭弹会落在海里或田野，根本不拦，节省拦截弹。台湾未来也需要类似智慧判断，以有限资源应对无限弹雨。第二是成本问题，以昂贵打便宜难以持久。比如用数百万元的新式防空飞弹去拦截几万元人民币的小型无人机，显然不划算。因此，台湾之盾也许得发展多层次火力配置，该用机炮打的用机炮，该用飞弹拦的再用飞弹，不让牛刀去杀鸡。甚至像雷射这种弹药成本几乎为零的新技术也值得期待。第三则是全天候和密集部署。台湾幅员不大，但要全面防御又必须考虑全境布点，尤其关键都会区和战略设施周边肯定是重中之重。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台北、高雄附近布满各式雷达天线与发射架，24小时戒备。然而人力的负荷、系统误判的风险也会随之升高，需要以人工智慧辅助减轻压力。这些都将是台湾军方和研发单位努力的方向。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心生感慨，台湾的处境何其像几十年前的以色列，四面楚歌，敌军压境，只能发愤图强，研发本国的防御武器。然而正如以色列人屡次化险为夷般，台湾也有潜力创造自己的奇迹。以色列空军曾在1982年贝卡谷地空战中创下82-0的惊世纪录，82架敌机被击落，己方零损失，靠的就是电子战和防空网络的先进整合。这种以小博大的传奇正在激励着台湾军民。有军事作家激情地写道，我们要打造出让敌人崩牙的钢铁之盾，意指只要台湾之盾部署完成，敌人就算万箭齐发，也只能自碰钉子。崩牙，这画面让人想到狼牙咬在铁板上，碎裂四溅，或许正是对那些叫嚣要让别人粉身碎骨者最幽默的回敬。台湾版铁穹不仅仅是军事项目，它象征的还是民主阵营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和信任。回顾这段时间，从美国、日本到欧洲，以至于如今的以色列，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在以不同方式向台湾伸出援手。他们有的是军售，有的是外交声援，有的是议会友好访问，目标都是为了在威权扩张的阴影下守护台湾这座自由的灯塔。而台湾之盾的构想和实现，更像是一面凝聚多国智慧与决心的共同之盾。它凝结了美国的科技、以色列的经验、
台湾本身的创新，以及所有支持台湾的人的心血。反观北京当局，或许还沉浸在昔日呼风唤雨的迷思中，认为只要几句不准、警告就能让别国退缩。但现实已经给出答案，在以色列议会72位民意代表面前，这些恫吓变得如同笑话。在台湾人民坚定自强的决心面前，武吓只会让对岸更孤立。中国曾经以为全世界都离不开自己的市场和金钱，但当他试图要携一个又一个国家切断与台湾的连结时，发现情况正在改变。以色列议员们用行动表明，公平与良知比起经济压力更加重要。北京的威胁最终只能吹散在自由世界团结意志的风中。综合来看，台湾版铁穹的问世已在路上，台湾和以色列的互动让这个梦想更趋现实。北京的威胁此刻看来声大而力微，仿佛一只纸老虎在怒吼，却奈何不了满天飞舞的盾牌碎片。当72位以色列议员豪迈宣告台湾我们挺定了，当台湾工程师夜以继日地研制拦截飞弹，当美国与友邦默默点头允诺支援，我们见证的是历史在转弯，民主国家正携手筑起联合的长城。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台海局势再度紧张，我们或许将看到这样的场景：解放军数百枚飞弹呼啸而来，台湾防空警报大作。但不同于过去，人们只能惊慌祈祷，如今一枚枚拦截飞弹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开出火花般的璀璨花朵，炸碎敌人的利剑。是的，或许无法拦下全部，仍会有残存的冲击波让岛屿震动，但那时的台湾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从容坚定，因为他们头顶有了一片守护的铁穹，身后更有无数盟友的支持。这面钢铁之盾既是武器，也是信念，告诉世界自由绝不向暴力低头。台湾版铁穹是否真的万无一失？当然，没有天衣无缝的盾，也没有攻不破的矛。然而，胜败从不只取决于冷冰冰的装备数字，更关键的是人心与意志。当北京的威胁被视若无睹，当自由阵营卷起袖子说我们一定挺你，这份团结本身就已经是最坚固的防御。从人类历史看，任何霸权都不可能永远凌驾正义之上。台湾之盾的逐步成型，正标志着以弱制强的新篇章。昔日大众怀疑7万年前渺小的人类何以能战胜猛兽生存下来，而如今世人将见证地缘政治弱势的一方如何凝聚众志，筑起保命之墙。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一天的到来。台湾头顶的铁穹密布，远方的威胁弹道在云层中炸成烟火，而自由的曙光穿透硝烟，依旧照耀这片土地。那时，所有挺身而出的朋友都将与台湾人民共享胜利的喜悦。北京的威胁声或许还在回响，但早已如空谷足音，转瞬即逝。在这场正义与威权的对决中，台湾和支持他的伙伴们正在用行动表明，盾已在手，敌虽万千无往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国际间一场引发北京震怒的战线摊牌，以色列竟然主动与台湾走近，试图联手对抗中共。这样的组合乍看不可思议，一个是在中东面对阿拉伯敌环伺的犹太国家，一个是在东亚直面中国威胁的海岛政府，两者相隔万里，过去几乎毫无交集。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小国却因共同的对手和命运而走到一起，让北京当局气得当场炸锅。为什么以色列会选择触碰中国的红线，去拥抱远东的台湾？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耐人寻味的巨变呢？我们将从历史谈起，一步步揭开这段外交奇缘的来龙去脉。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并没有如今这般亲密无间。二战后的新世界中，两者甚至一度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1949年以色列建国不久，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后来退守台湾的政权，率先承认了以色列，表达了外交善意。但仅仅几个月后，1950年1月，以色列又转身承认了北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的国家。这番操作其实反映出以色列当时的务实考量，他们希望和共产中国交好，以打破自身在中东的孤立。然而好景不长，5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与苏联高度结盟，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路线。
由于以色列逐渐倒向美国阵营，加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北京也随之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官方往来。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中以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那么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以色列有没有选择和台湾发展关系呢？事实上并没有。出于战略考量，以色列当时对台湾也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以色列依然希望未来能修复与北京的联系，不愿激怒中共。另一方面，当时的台湾政权中华民国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采取了亲阿拉伯、援以色列的立场。可以说，冷战时期的以色列和台湾各有难处，双方虽然同为亲美阵营的一员，却没有建立正式邦交。一直到1992年，中共与以色列终于建交，台以之间从未有过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外交上的冷淡并不代表实质交流为零。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以色列就已经在一些领域悄悄合作，比如农业技术、贸易和军事科技等。据部分历史资料透露，台以双方在飞弹研发、航太工程上都有所互动，甚至在核能技术上彼此交流过经验。当年以色列经常面临周边国家的导弹威胁，而台湾也处于大陆飞弹的瞄准之下。两地的军工科研单位其实早有共同语言，只不过这些合作一直十分低调，没有上升到国与国公开联盟的程度。整体而言，到冷战结束前，台以关系给人的印象是若即若离，有互动，但缺乏紧密联系，双方都顾忌着北京的态度。直到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巨变的背景下，以色列决定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进一步限制了他与台湾发展官方往来的空间。自1992年起，以色列奉行一中政策，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与台湾仅保留民间性质的经贸文化代表处互设，维持最低限度的非官方联络。这种格局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在官方关系疏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以色列之间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深刻鸿沟。早在1965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曾公开将以色列比作台湾，声称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桥头堡，都迟早会被革命力量消灭。可见在北京的意识形态图谱中，台湾和以色列原本就被划入了类似的类别，都是他们眼中不合法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有一段历史常被提起，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而非共产党政权。比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曾向大批欧洲犹太人发放终身签证，允许他们逃难来华。1939年还一度计划在中国云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供欧洲犹太移民。这些善举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在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这份恩情属于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毫无关系。可以说，以色列昔日感念的中国友谊其实来自今天的台湾，而非北京。反观中共，在建政后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事业，对以色列极为不友好。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积极援助巴解组织，将以色列视为殖民侵略者，甚至有人说，中共对以色列的敌视某种程度上也是冷战时与美国对抗的产物。总之，在价值观层面，北京从未真正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合法性，双方的邦交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权宜之计。这种潜在矛盾为后来的裂痕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更加小心翼翼。一方面，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庞大的市场和投资对以色列经济极具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对中以走近非常敏感，不断从中施加压力。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曾介入阻止以色列对华的重大军事技术合作。2000年，以色列在美方压力下取消了向中国出售先进费尔康预警机的合约。2005年，又被迫终止了为中国升级哈比无人机的项目。这些事件一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也让以色列明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不能不顾及美国的立场。此后，
以色列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有所保留，敏感技术慎防外流。同时在基础建设方面，华盛顿也提醒耶路撒冷提高警惕，不要让中国企业过度介入。比如前些年中国企业一度参与经营海法港，引发美国忧虑。以色列最终还是设立严格审查机制，限制了中资在关键设施和 5G 电信等领域的扩张。尽管存在这些制约，中以在经贸上直到最近仍关系热络。中国大量投资涌入以色列的创新科技产业，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双方似乎在刻意回避政治分歧，正冷经热地发展着关系。这种表面平衡一直持续到2023年底，却被随后的一系列事态彻底打破了。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这一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上千名以色列平民惨遭杀害或挟持。一时间，以色列举国悲愤，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也考验着世界各国的立场。究竟是谴责恐怖主义，支持以色列自卫，还是指责以色列过度报复，同情巴勒斯坦？让以色列寒心的是，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表现并未站在以色列一边。事发后，北京外交部最初的表态仅是笼统呼吁各方克制停火，并未点名谴责哈马斯的暴行。相较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明确声援以色列，谴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中国的态度显得冷淡模糊。更令耶路撒冷不满的是，随着以军对加沙展开反击，造成平民伤亡，中国官媒开始猛烈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在北京的国际讲坛上，以色列被描绘成滥杀无辜的侵略者，甚至中国官媒频频出现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例如将犹太人刻画成掌控美国财政、煽动战争的黑手。中国官方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公然散播反犹太阴谋论，称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财团的影响力。这种露骨的仇视言论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罕见地发声谴责中国国家电视散布赤裸裸的反犹内容，同时在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充斥着极端仇恨以色列的声音。以色列驻华使馆的社交媒体账号下涌现大量攻击言论，甚至出现为哈马斯暴行叫好的可怕景象。种种迹象都让以色列人感受到来自中国舆论的敌意。然而，就在中国舆论场对以色列口诛笔伐的同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哈马斯袭击发生后，台湾政府几乎是全球第一批言辞谴责哈马斯的政治体制之一。当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后来接任的总统赖清德先后公开谴责这起针对平民的恐怖攻击，表态支持以色列有权自卫。台湾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称我们将与理念相近国家继续合作，共同抵抗一切形式的恐怖袭击。这种毫不犹豫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立场，令以色列人深感意外又暖心。更感人的还在后头，台湾驻特拉维夫的代表李亚平 Abby Lee 亲自来到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农场，帮助当地居民收拾残局。他走访遇难者家属，带去台湾人民的慰问。李亚平还代表台湾侨民和机构筹集了一笔善款，将7万美元捐给以色列国防军及受袭家庭。他对那些失去家园的平民说了一句：你们并不孤单。短短几个字，传达出患难与共的情谊，让许多以色列人深受感动。台湾的普通民众也自发声援以色列，除了街头的祈福活动，甚至有台湾志愿者远赴以色列参与救援工作。一时间，台湾俨然成为了以色列在亚洲最真诚的支持者。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患难见真情。以色列人在最艰难的时刻看清了谁是朋友，谁只是口头应付。台湾的雪中送炭与中国的冷漠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在耶路撒冷的舆论圈引发了强烈反响。许多以色列媒体和专家开始讨论台湾，一种情感上的转向正在发生。人们惊讶地意识到，过去顾虑北京而对台北敬而远之，也许是错失了一位潜在的盟友。如今台湾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形象大为改观，它不仅是一座远方的小岛，更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的同路人。随着以色列社会对台湾好感度的提升，两国关系很快从民间情感延伸到了官方互动。
自从哈马斯袭击后，台北和耶路撒冷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交流热潮。台湾政府抓住时机，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2024年至2025年，台北主动邀请多批以色列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加强双边议会交流。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突破。要知道，以色列议员之前访台十分罕见，因为那容易招致中国抗议，而现在不但访问成行，而且规模一批比一批大。尤其是2025年9月，由以色列国会以台友好协会主席议员托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高调造访台北，期间他们获得了台湾最高规格接待，甚至获准拜会了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更戏剧性的是，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在台湾总统府会谈时，当面转交了一封由72名以色列国会议员联合签署的信件，信中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声援台湾在国际上获得更大承认。要知道，以色列国会一共有120名议员，72人的签名意味着超过半数民选代表为台湾发声，这在以台交往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会后，托波罗夫斯基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访台见闻，公开称台湾为国家，并赞扬台湾民主繁荣。他还直接称呼赖清德为台湾总统，完全不避讳中国最敏感的称谓。这一连串举动很快传到了北京的耳中。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肖军正随即发表严厉声明，痛斥该以色列议员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毒化两国关系氛围。中方表示已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北京还强调，以色列在1992年建交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暗批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公然违抗本国政府的立场。对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则低调回应，称国会带团访台纯属非官方性质，不代表以色列政府立场。这番回应看似在安抚北京，但明眼人都看出，以色列并未对自家议员加以谴责或约束，等于默许了这种打擦边球的友台行动。种种迹象显示，在民意和议会层面，以台之间的破冰已经势不可挡地展开了。除了外交议员互访，台湾和以色列在防务领域的互动也日趋频繁且深入。2025年10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对外发表一项重大国防计划，宣布将投入巨资建设一套名为天空盾牌 T-Dome 的多层防空反导系统。引人关注的是，赖清德亲口承认这套 T-Dome 是参考了以色列的经验所打造。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会加速建构天空盾牌，在台湾建立严密的多层防空体系，并特别提到以色列的著名防空系统铁穹，称以色列保卫国土的决心和能力是台湾的宝贵榜样。他引用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来比喻台湾当前的处境。面对庞大的中共军力，台湾也要有以小胜大的勇气和智慧。事实上，台湾研发 T-Dome 的消息一出，北京官媒就酸溜溜的评论说这是东施效颦，认为台湾不可能靠山寨铁穹来挡住解放军飞弹。但台湾军方对此充满信心，强调 T-Dome 将整合各种现有武器，包括美制爱国者飞弹、台湾自制的天弓飞弹、野战防空炮等，打造出一个更加智能、高效的感测器到射手拦截网。而能让台湾如此迅速地提出一套完善方案，外界普遍猜测背后少不了以色列的指点。据法国媒体报道，台湾早在2025年9月就派出一名国防部次长秘密访问以色列，重点洽谈飞弹防御合作。随后在12月又有消息传出，台湾副外长吴钊燮低调造访耶路撒冷，持续巩固双方的安全合作渠道。尽管双方官方都对此三缄其口，但多家情报来源显示，以色列正在暗中协助台湾打造 T 版铁穹。例如，有传言称，以色列将先进的绿松预警雷达技术转移给了台湾，用于提升对解放军导弹的早期预警能力。还有报道指出，以色列可能提供拦截弹技术支援，帮助台湾研制类似大卫投石索或箭式拦截导弹的本土版本，甚至不排除未来台湾直接向以色列采购部分防空系统零部件的可能性。如果说过去台以军事交流限于小规模项目，现在可以想见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合作关系正在成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以色列看来，协助台湾强化防御，正是对中共的一种战略牵制。中共常年军援以色列的死敌，如伊朗、叙利亚等，那么以色列也有动机用类似方式回敬北京。你帮我的对手，我就帮你的对手。这种间接较量的姿态，过去受限于外交顾忌，不敢明演，如今已变得越发明显了。对台湾而言，获得以色列的军事 know-how 无疑如虎添翼，而对以色列而言，支援台湾也是在拓展自己抗衡中共的战线。谈到中共在中东扶植的对手，就不能不提伊朗。中国与伊朗的亲密关系是促使以色列倒向台湾的另一个关键背景。近年来，北京和德黑兰走得非常近。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据称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涵盖石油、基建、军事等广泛领域。这被许多人解读为中国公然挑战美国中东盟友体系的举动。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头号存在威胁，中国却在国际上不断替伊朗撑腰，这怎能不引发以色列的警惕和不满？多年来，伊朗政权高呼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透过资助哈马斯、培养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人来围攻以色列。而中国不仅在联合国多次反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还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技术，提供外交保护。以色列人私下里早就担忧，一旦真的与伊朗发生战争，中国很可能站在伊朗一边。这种担忧在2025年中得到了一次印证。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终于在6月爆发了直接的冲突。伊朗从本土发射了多枚中程弹道导弹，直接袭击以色列中部城市巴特亚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态。过去，伊朗与以色列虽敌对，却很少直接交火。这次德黑兰公然对以色列本土动武，等于变相宣战。导弹在巴特亚姆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尽管以色列剑3拦截系统紧急拦截掉部分来袭导弹，还是有漏网之鱼击中了民用区，高楼被炸毁，平民死伤惨重。以色列随即对伊朗境内目标展开报复性打击，中东局势一度濒临全面战争。就在所有人都关注伊朗和以色列交锋之际，中国的表态再次让耶路撒冷心寒。北京不仅没有谴责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这波攻击，反而一味呼吁各方克制，停止冲突升级，将伊朗的侵略行为与以色列的自卫反击相提并论。对以色列而言，这几乎可以解读为中国在庇护伊朗，偏袒罪魁祸首。试想，当你家园遭导弹轰炸，邻居却只说大家别打了，甚至暗示你别还手，这种心情是何等愤懑。以色列的舆论开始对中国彻底失望，认为北京根本靠不住，反而与自己的敌人狼狈为奸。与此同时，台湾再一次站了出来。就在以色列饱受伊朗飞弹袭击后，台北当局迅速向以色列表达慰问与支持，不仅发声明谴责这类威胁区域和平的行径，还透过驻以代表处捐赠物资，帮助巴特亚姆那些房屋被毁的家庭渡过难关。台湾代表李亚平亲赴受灾社区发放捐助，对以色列民众再次说，关键时刻，台湾与你们站在一起。而反观中国，在整个事件中，除了空洞的外交辞令，既没有援助，更谈不上同情。这种强烈反差让以色列上下更加体会到，谁在真正关心我们的安危，谁在冷眼旁观，甚至暗助虎狼。可以说，伊朗导弹危机将以色列推向台湾阵营的决心又巩固了一大步。正因为中共与伊朗的亲密无间让以色列如鲠在喉，以色列才更有动力与中共的眼中钉台湾深化合作，以间接牵制北京。透过以上种种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与台湾走近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一种价值观和命运的同频共振。两国都属于西方民主阵营，都面临存亡考验，也都被更强大的威权邻国视为眼中钉。在各自危急时刻，双方发现彼此竟如此惺惺相惜，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力量大大拉近了两国距离。很多评论指出，以色列和台湾其实一直有一种微妙的类比关系。以色列建国后四周强敌环伺，却屡屡转危为安；台湾则在二战后失去国际承认，孤立无援至今，但依然坚持着民主制度。双方都证明了小国的韧性，宛如现代版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翻版，
现在这两个现代大卫开始走在一起，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以色列人发现台湾的处境正如当年的自己，被一个庞然大物虎视眈眈地盯着，要将其抹去。而台湾人看到以色列能在极端劣势下屹立数十年，他们也深受鼓舞。当赖清德提到以色列的故事时，他其实是在为台湾打气，他们能够挺过来，我们也可以。另一方面，台湾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带着一种道义上的认同。台湾社会虽然也有声音同情巴勒斯坦，但主流民意非常清楚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本质，并厌恶极权主义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台湾人往往把中共对自己的威胁与极端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相类比，认为自由世界应该团结一致抵抗威权和恐怖势力。两国都站在民主对抗独裁这条战线的前沿，自然容易产生休戚与共之感。有人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当前的台以关系，并非夸张之词。更妙的是，历史还给这段关系增添了几分戏剧性。70多年前，正是现在统治台湾的这批中国人，国民党向犹太民族伸出援手，而现在以色列反过来向他们的后继者提供援助与支持，这仿佛是一种善的回圈。也难怪许多以色列人感叹，台湾对犹太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抱有善意，值得加倍珍惜。相形之下，中共政权从来没有真正站在犹太民族这一边，如今更赤膊上阵地，倒向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如此比较下，以色列选择与台湾靠拢，几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除了战略和道义考量，台以合作还有一个现实且重要的维度：科技与经济。台湾和以色列同为创新强国，各自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晶圆工厂，台积电等企业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以色列则被称为创新创投之国，在软件开发、网络安全、人工智慧等领域领先群雄。一硬一软，两者高度互补，如果能携手合作，将碰撞出巨大的火花。近年来，双方已在逐步加强经贸联系。就在2025年11月，台湾与以色列举行了第15届经济与科技合作会议，双方代表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讨论了加强供应链衔接、产业合作等议题，并承诺未来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台湾驻以代表李亚平接受以色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与以色列是科技领域不可取代的合作伙伴，一方在硬体领域领先世界，另一方在软体领域独步全球。以色列的业界人士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如果能得到台湾电子产业的支持，将有助于把创新原型转化为大规模量产的产品。反过来，台湾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以色列的尖端研发来保持竞争力。有报道指出，台湾正在积极拉拢以色列加入美台的半导体合作框架，可能考虑让以色列的晶片设计公司与台积电、美国企业展开3边联合研发。更有甚者，一些以色列分析家建议台积电赴以色列投资设厂，将部分产能布局在以色列，以免将来台海有事时，以色列拿不到晶片。毕竟以色列的武器装备和高科技产业对半导体依赖极深，如果有台湾的产线在本土，将大大增强以色列的供应链韧性。同样地，台湾若能借助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和研发人才，也能拓宽自身科技版图。可见台以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互惠空间。双方都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出现去全球化或阵营化供应链的趋势，如果不未雨绸缪，将来一旦国际局势恶化，孤军奋战是很危险的。不如现在就打造跨区域的盟友网络，互通有无。台以科技联盟的潜在收益是双重的，既可以对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威胁，也可以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短板。对台湾而言，以色列市场虽小却精，尤其在国防、农业、科技等利基领域，台湾企业有机会分享以色列的技术红利。对以色列而言，台湾的制造能力和亚洲市场经验是宝贵资产，能够帮助以色列产品打入更多国家。难怪有观察家感叹，台以如果联手，将形成一股小国大能量的创新力量，在美中对立的夹缝中开辟出自己的经济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台以合作
也是两国因应美中博弈，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种集体自救之道。2025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面对全球舆论压力时曾提到，要为国家经济增加自己特性，以免受制于人。联合台湾这样的高科技伙伴，显然符合这一战略目标。综上所述，台以关系升温带来的经济技术好处，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结盟的动机。就在台湾和以色列越走越近的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对此恼羞成怒，坐立不安。中国政府近乎每天透过不同渠道对以色列施压，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中国驻以大使馆更在声明中严正警告，以色列不得同台湾当局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求耶路撒冷方面立即纠正错误行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措辞极为严厉，几乎就是在给以色列划下红线。然而，以色列方面对北京的声色俱厉似乎并不买账。一位以色列高官私下对媒体表示，那次副外长吴钊燮的访问确有其事，但没什么大不了。言下之意，以色列并不认为与台湾接触是多么严重的罪过。不仅如此，以色列官方还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比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2023年底，以色列破天荒地加入了西方针对中国新疆问题的人权谴责声明行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色列过去为拉拢北京，一直避免在人权问题上点名批评中国，但现在以色列显然改变了计算，他们不再对中共保持沉默，而是开始站到价值观阵营的一边，哪怕因此激怒北京，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奇耻大辱。曾几何时，他试图通过经贸利诱和外交施压让各国孤立台湾，如今竟有国家公然不理会这一套，尤其以色列还是多年友好合作的伙伴，北京自然是又惊又怒。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以色列一些人对台示好是政治作秀，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文中还暗含威胁地指出，以色列此举无助于其当前困境，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类似这样的警告言论在中国媒体上充斥着。但另一方面，北京真正能对以色列做什么惩罚措施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仍克制在口头和外交抗议层面，暂时没有采取实质报复行动。毕竟中以关系虽然失和，但并未到撕破脸的地步。中国深知，如果因台湾问题与以色列决裂，只会把以色列推向美国怀抱，让自己在中东少了一个影响渠道。而且中国在以色列还有不少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公司参与的以色列基建项目，中国对以色列科技企业的投资等。一旦关系破裂，这些利益也会受损。所以目前北京更多是强硬表态给国内听，同时观望以色列的反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以色列适可而止，北京或许也不想把局势闹到不可收拾。这就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较量，中国在亮红线，但以色列在试探底线，双方都在计算对方虚实。这场外交博弈未来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当然，以色列也并非全然不顾及中国的恼怒，尽管近来动作频频，但以色列在一些方面依然保持克制。比如，以色列政府至今没有在外交正式场合称台湾为中华民国或台湾国，更未宣布与台湾复交，仅仅停留在务实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措辞上。这显示耶路撒冷仍试图掌握分寸，不踩北京设下的绝对禁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并没有突然全面关闭对华合作的大门。经济上，中以贸易目前基本照常进行，中国游客和留学生依然可以赴以，以色列企业也没有集体撤出中国市场的动作，至少目前没有。这说明以色列仍在评估利弊，不愿轻易放弃中国这块市场和资金来源。毕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一直颇具分量。如果北京真的翻脸报复，撤走投资或限制双边贸易，以色列经济也会受创。所以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挺台举措多半是经过精心计算、渐进推进的。他们希望在不触发中国猛烈报复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与台湾的关系。骑墙是小国外交的艺术，
而以色列正试图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因此，在以色列内部对于如何拿捏这个度还有不同声音。有批评者认为，现在全球局势诡谲，以色列没必要为了台湾完全倒向与中国对抗，毕竟中共再怎么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色列未来在联合国还需要中国不时帮助，例如投弃权票、拦下反以决议等。一旦把中国得罪狠了，万一哪天中国在安理会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或者公开军援伊朗先进武器，那对以色列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还有安全专家提醒，以色列对台军事合作需慎之又慎，万一将来台湾抵挡不住中国军事攻势，以色列提供的高科技武器被解放军缴获，反过来研究破解，未来可能威胁以色列自己的国防安全，这绝非杞人忧天。以色列许多王牌装备的技术如果落入中国手中，对方或许能举一反三，用于升级伊朗、叙利亚手中的武器，让以军面临更严酷的挑战。因此，一些以色列军方人士主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应该有限度的进行，例如敏感核心技术，特别是涉及以色列独有优势的，应保持门槛，不宜全部交底。经济界人士也担忧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认为应避免刺激北京做出极端反应。这些不同意见反映出以色列对华政策正处于转折点，如何拿捏仍在辩论中。所幸的是，目前以色列和台湾的双边热络还处于一个渐进试探阶段，双方都留有回旋空间。如果中国方面的反制有限，那么以色列国内鸽派的担忧或许就不会成真。相反，如果北京真的痛下杀手，以色列内部也可能出现政策拉锯，甚至放慢与台湾亲近的步伐。总而言之，以台之间这段新关系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一场冒险，需要小心权衡。尽管存在种种顾虑，多数迹象表明，以色列眼下更倾向于义无反顾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经历了加沙战争的孤立无援和国际指责之后，许多以色列决策者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未来的国际格局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分裂为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长期享受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但也因此受制于西方民意的掣肘。如最近欧美国家因人道问题对以色列施压停火等，与其试图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骑墙，不如干脆拥抱民主同盟，寻求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台湾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通过与台湾交好，以色列向世界表明了自身在价值观上的站位，我们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不会向威权主义低头。这对提振以色列在西方舆论中的形象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巩固美以同盟的亲密度。华盛顿方面其实乐见其成，美国近年来积极拉拢盟友围堵中国，如果连以色列都加入这个行列，无疑增强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据悉，美国国会内部对以色列近期的对台举措颇为赞赏，有重量级参议员表示，以色列作为我们在中东的伙伴，愿意挺身支持另一个民主伙伴，这很好地体现了民主国家的团结。甚至有人推测，美国可能在背后促成了一些以台之间的协议，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毕竟，美国同时保护着以色列和台湾的安全利益，若两者之间能合作，对美国而言是双赢。总而言之，在西方大环境支持以及自身安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这既是情势所趋，也是双方主观意愿使然。那么未来会怎样呢？以色列和台湾的这场战线摊牌会走向正式结盟，还是遭到现实掣肘止步于此？目前看来有几种可能的路线。其一，水到渠成式的逐步深化，在保持一中政策表面不变的前提下，以台继续拓展实质合作，在各领域悄然形成默契联盟。譬如军事上不会出现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但不排除开展某种准同盟合作，例如情报交流、军官互训、战术经验分享等幕后进行。以色列或许会默许部分退役将领或军事顾问赴台提供指导，就像当年以色列也曾暗中协助过台湾改良战机和导弹一样。这些都属民间或商业行为，可回避政治敏感。经济上，双方可能签署更多协议，加强科技研发协同，
甚至讨论自由贸易安排，让双边经贸关系远超一般无邦交国家的水平。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台湾生产的武器装备上有以色列技术身影，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链中也有台湾企业的加盟。其二，激流勇进式的突破。如果未来台海局势或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不排除以色列做出更大胆的举措。比如，假设中共对台动武的危机迫在眉睫，而美国需要盟友表态，以色列有可能公开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甚至不惜冒险承认台湾主权，以极端方式抗衡中国。这将是外交核弹级别的变化，等同于以色列放弃与中国维持邦交。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真的对台湾开战，否则以色列暂无必要走到这一步，毕竟那将立即引来北京的猛烈反击。反过来，倘若未来伊朗或其他中东威胁更加严峻，而中国又在背后扮演推手角色，也不排除以色列把台湾牌打得更响，用以报复北京。例如，万一伊朗冲突升级到需要联合国决议或全球动员的程度，以色列可能就不顾及中国脸色，公开拉台湾加入反伊朗联盟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极端的前景，但国际政治有时瞬息万变，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三，骑墙收敛式的反复。如果北京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以色列在实际操作中又遇到障碍，那么不排除双方关系放缓甚至退步的可能。毕竟以色列不想同时树敌过多，一旦感觉玩火过度，可能会主动降温。比如，以色列可能对议员访台进行更低调处理，或暂停某些军事科技合作，以换取北京不在敏感时刻搅局以色列的中东问题。在外交上，以色列也可能在一些场合对中国给出安抚性的声明，比如再次重申对一中原则的坚持，以降低紧张度。这种情况下，台湾方面或许也会理解，以免把友邦逼得太紧，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种若即若离、动静结合的态势也许会长期存在。需要的时候，双方走近一步，风头紧时又稍微退半步，在缝隙中维持合作。无论未来哪种走向，一个新的现实已经诞生。台湾和以色列这两条原本毫不相干的战线正在产生交集，这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开始跨越传统地缘疆界抱团取暖，东亚的台湾与中东的以色列在各自对抗威权势力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无疑给北京和德黑兰等带来了压力和警示。对北京而言，台以走近意味着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统战和外交压力都会倍增，不再仅仅是美国、日本等传统对手，现在连中东的重要国家都可能插手台湾议题。虽然以色列军事力量无法直接介入亚太，但他的态度改变本身就具备象征意义，可能带动更多国家效仿。试想，如果以色列都不怕触怒中国公开挺台，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曾被中国施压的国家，比如在非洲、拉美，重新考虑与台湾发展关系呢？毕竟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敏感度都很高，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全球产生示范效应。可以说，台以关系升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显示出中共声称的一中原则国际共识正在被侵蚀、被挑战。当然，对以色列而言，也开启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冒险旅程。一方面，他可能因此获得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强化自身抵御威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与一个世界级强权交恶，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场豪赌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领导层的智慧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是以色列外交的一次大转型，从务实主义转向价值主义，从孤军奋战转向联盟对抗。台湾则可能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助力，从而在对抗中共的漫长斗争中略占上风。结语：当前的国际局势可谓风云诡谲，而以色列与台湾携手对抗中共的剧情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在台海问题上，他突然发现对手阵营里多了一面以色列的旗帜，难怪会气得跳脚。战线摊牌的序幕已然拉开，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或许北京会设法安抚以色列，务求将这条歧路盟友拉回自己一边，
或许以色列会在现实压力下稍作收敛，与台湾保持若即若离的默契，也或许世界将见证一段民主小国联手抗击强权的传奇续篇。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和价值。此刻，以色列和台湾的利益与价值观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他们都在黑暗中摸索生存之道，却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光亮。面对共同的威胁，他们选择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并肩而立。这一步充满勇气，也充满风险。但正如以色列和台湾各自的历史经验多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所示，他们从不缺少在逆境中求生的智慧与胆识。未来几年，国际舞台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战线摊牌，民主阵营趋于抱团，威权阵营亦然。而以色列与台湾的联手，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这场跨越万里的合作能走多远，又会给亚太和中东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可以确信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小国的抉择有时能激起大浪，而此刻，以色列和台湾已经激起了浪花，未来的篇章正徐徐展开。无论北京如何暴跳如雷，他们都将坚定地走他们选择的道路。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国际故事之一。战线既已摊牌，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我们将见证这段历史，见证大卫们如何再次对决歌利亚。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亚洲政坛的一个爆炸性话题：日本难道真的要和台湾建交吗？更惊人的是，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居然扬言要脱离中国。消息一出，北京方面震怒万分，整个气氛剑拔弩张，仿佛疯了般的展开强烈反制。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为何突然恶化到如此地步？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来梳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看看日本是否真的会踏出与台湾建交的那一步，以及北京方面又在担忧些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日本和台湾建交这两个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日本在1972年就已经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当年日本与北京政府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自那时起，日台之间就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有民间性质的往来。例如，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仅扮演实质大使馆的角色，但不具正式外交地位。同样地，台湾在东京也只有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这类机构。对日本来说，遵守1972年的承诺一直是对华关系的基石。台湾问题被定位为中国内政，日本官方绝口不提，两国关系更谈不上建交。所以，日本要跟台湾建交，这件事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一旦成真，意味着日本等于推翻过去50多年对华政策，和中国正式决裂。北京当局对此更是零容忍，过去任何国家只要胆敢跟台湾建立官方关系，都势必要承受中国的强烈报复，甚至断交。那么，日本为何近期会传出如此惊人的风声呢？事情的转折点就出现在日本政坛风向和区域局势的渐变。过去几年里，东亚局势因为中国崛起与台海紧张而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大陆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强大，同时对台湾展现出更强硬的统一意志，甚至不排除动武。日本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自身安全，特别是近10年来，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警惕大幅提升，而对台湾的友好感情也在增加。一方面，中国在东海不断派遣军机军舰在日本附近活动，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争议让日中关系持续紧绷。另一方面，台湾作为民主伙伴，在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等危机时对日本慷慨援助，加深了日本民众的好感。许多日本人开始认为，在价值观上台湾更接近日本，而中国的威胁则与日俱增。这种氛围之下，日本执政党内的对中强硬派势力逐渐壮大。自民党 LDP 本来就是以保守派居多的政党，其中不乏对华态度强硬、亲近台湾的政客。早在2021年，
时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就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日本也不能坐视不管，暗示日本可能是台海有事，为自身安全危机。更早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也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些言论在当时都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因为这等于日本高层承认台湾安全与日本息息相关。而当时之所以还算擦边球，是因为发言人身份比较特殊。安倍说这话时已不是首相，麻生则虽在位，但用了较暧昧的方式表达。然而风向正在改变，自民党内更直接，鹰派的声音开始走向前台，甚至掌握了最高权力。关键人物就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自民党内著名的右翼保守派，他被称作女版安倍，理念上继承了安倍晋三的路线，对中国强硬，对台湾友好。今年10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她的上台标志着日本政府政策重心的明显右移。高市上任后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她公开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并且毫不掩饰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上任才1个月，高市就以行动证明了他的亲台立场。2025年4月，还是自民党政调会长的他，就曾访问台湾，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成为首相后，他更在外交场合主动接触台湾代表人物。例如，就在10月底韩国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高市早苗除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短暂交谈外，还在11月1日破天荒地与台湾方面派出的代表前副阁揆林信义进行了会谈。更令北京抓狂的是，高市会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见到了总统府资政，林信义直接用上了总统府这类暗含台湾主权意涵的称谓。要知道，日本政府历来对台湾官员的头衔用词非常谨慎，小心避免使用让人听起来像是承认台湾官方地位的字眼。然而高市却大大方方用了，这在北京眼中无疑是踩了红线。北京立即提出严正抗议。中国外交部在11月1日当天就对日方提出强烈不满，指责日方此举违背了1972年建交公报的精神。日本这边则反驳说，高市与林信义的接触并不违反维持日台非政府间实务关系的立场，等于强调这只是民间交流。然而中方显然不接受这种说法，日本首相私下会见台湾要员，还称呼对方官衔，这哪还是单纯的民间往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在此埋下伏笔。尽管中方抗议不断，高市早苗并没有因此收敛对台发声。真正引爆外交风暴的是11月7日发生的一幕。当天，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面对在野党议员抛出的尖锐问题，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日本政府将如何应对？这本是过去日本领导人极力回避的敏感提问。然而高市几乎不假思索地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他明确表示，一旦台湾发生战事，那将被认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安保法制中的一个法律概念，意思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危机情况。根据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一旦出现存亡危机事态，即便日本本土未遭攻击，日本政府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动用自卫队进行军事行动。翻译成大白话，高市早苗这一句话等同于暗示日本愿意在台海战争中出兵协防台湾。要知道，日本自2战后宪法严格限制对外动武，历届政府在台海问题上更是谨慎再三。以前像安倍、麻生那样的强硬表态已经很少见，而且通常是卸任或办官方场合说说而已。但这次不同，现任首相在国会正式答辩中公开将台湾安全和日本生死存亡挂钩，这是史无前例的强硬姿态。高市早苗以往就以鹰派著称，但如此直接触碰台湾议题红线还是头一次。他的发言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当然首当其冲就是让北京当局勃然大怒。果不其然，北京方面随即掀起了一连串猛烈的反应。中国官方迅速对高市的言论发出谴责，称其罔顾历史、危险挑衅。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甚至在社交平台 X 推特上
发出露骨的威胁帖文，说那颗脏兮兮的脑袋一旦探出头来，就要毫不犹豫地砍下去，明显是冲着高市早苗去的杀气腾腾语句。这则帖文虽然随后被删除，但已经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日本舆论震惊于中国外交官公然发布如此暴力威胁，中国网民那边则是一片叫好声，战狼情绪高涨。接着，中国外交部为此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替这位总领事背书，宣称薛健的发言只是个人表态，中方的立场是敦促日本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番态度更加深了日方的愤怒。11月10日，日本外务省召见中国驻华大使提出抗议，日方议员甚至有人要求把这位大阪总领事驱逐出境。同日，北京也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强硬交涉，要求高市收回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接下来几天，中国政府和媒体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对日批判与报复行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连日发表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指责高市早苗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精神，渲染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再次炒作历史旧账。北京甚至借题发挥，强调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即1945年日本战败终止对台殖民统治80周年，声称台湾自那时起重回中国怀抱，日本没有任何权利再染指台湾事务。这些宣传火力之猛，让人恍如回到文革式的批斗场景。中国军方也出面表态，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媒体警告，如果日本干涉台湾，中国军队必将予以迎头痛击，日方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乃至再尝战败的滋味。言下之意，仿佛扬言再来一次甲午战争或二战般，要让日本自取灭亡。北京当局很清楚，台湾问题在中国内部是最敏感的民族主义导火索之一，这次便全力渲染日本的言行如何，丧心病狂，自欺欺人，成功在国内煽起民众的义愤。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不少极端网民叫嚣着教训日本、和平东京等等，把局势烘托得杀气腾腾。除了口头和舆论攻势，中国还迅速动用了组合拳式的实质报复。首先在外交上，能停的交流统统踩刹车。原定11月中旬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被中方单方面宣布推迟。11月17日于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强明确拒绝与高市早苗举行会晤，不给日本任何高层对话机会。中国还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严正照会告状，声称日本领导人的危险言论破坏区域和平，要国际社会警惕。接着在经济领域，中国开始惩罚日本经济，其手段之快之广，让人联想到过去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报复，以及对立陶宛侵台行为的制裁等。其中一大重头戏是贸易制裁。中国商务部只是对日本食品进口加强审查，实际上就是故技重施，重启禁止日本水产品全面进口的措施。原来中国因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曾在2023年禁止日本所有海产品进口，到了2025年秋天刚部分解禁一些，现在借着这次台湾争端又全面暂停，甚至进一步扬言，如日本不纠正错误言论，还将有更多行动。除了水产，中国也突然终止了中日间恢复日本牛肉输入的商谈，一副要在食品、农产品上给日本沉重一击的态势。对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渔业和农业来说，这无疑是敲响警钟。另一方面，中方也开始文化和旅游制裁。中国国家电影局悄悄指示国内院线暂停上映日本电影，原定近期上映的2部日本影片突然被撤档。多家中国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则以安全考量为由，陆续取消或减少日本航线航班。3大航空公司甚至主动提供近期非日本航班的退票和改期服务，以劝阻中国游客赴日。紧接着，中国教育部也提醒中国留学生谨慎前往日本留学，声称日本治安恶化，在日中国公民可能遭到歧视和不测。仿佛一夜之间，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急速降温，回到了多年前关系最紧张时的冰点状态。不仅如此，军事上的动作也没缺席。
就在北京口诛笔伐和经济施压的同时，中国解放军也出动来对日本示威。11月中旬，有中国海警船编队公然驶入钓鱼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巡航，炫耀对争议领土的存在。解放军还出动无人机绕飞日本最西端与那国岛附近的空域，甚至传出在东海上空进行实弹演习的消息。虽然尚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中国已经透过种种行动向日本亮肌肉、施压力。北京的用意很明显，要提前警告日本和其他区内国家，谁敢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着干，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杀鸡儆猴的姿态，既是说给东京听，也是说给台北、华盛顿乃至首尔、堪培拉听的。毕竟在北京看来，台湾问题上，美日同盟、小北约、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等都可能联合起来牵制中国，他必须打掉这种念头。然而，日本真的被吓到了吗？目前看来，情况和北京的如意算盘并不相同。高市早苗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态度强硬，毫不退让。11月10日，他明确拒绝撤回自己有关台湾的发言，强调那其实只是重申日本的一贯立场，并没有改变日本政府政策。同时他也表示，未来在正式场合会更谨慎措辞，但基本观点不变。换句话说，高市没有道歉，更没有收回观点的意思。日本政府发言人还反过来要求中方对大阪总领事的暴力言论采取适当措施，至少要道歉或惩处。尽管中国没有理会，但这显示日本政府没有一味示弱。日本外务省更召见中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表明高市的发言并无不当，反而是中方外交官言行极端，不可接受。日本朝野也出现某种团结现象，多名朝野议员纷纷谴责中国领事的失当言论。自民党、在野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等甚至一致通过了要求中方道歉的决议案。可以说，中国的强硬反应反而激起了日本社会更广泛的反弹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对高市早苗此番对中强硬表态的舆论反应颇为耐人寻味。许多人原以为高市府上任就挑动台湾议题，会不会引火烧身，让支持率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实力庞大，日本一旦遭报复，可能损失惨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降反升，尤其是年轻世代对他支持有增无减。根据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在事件后的全国民调，18至39岁的受访年轻人中，高达64%的人表示支持政府此次对中国强硬立场，而60岁以上年长者支持率约为43%，整体支持度约56%。这说明年轻一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戒心和不满更强，对守护台湾、坚持日本自身主权尊严的立场相当认同。这背后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心态的转变。长期以来，日本奉行和平主义，不愿与邻国生事，但年轻世代目睹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施压乃至胁迫，他们开始质疑过去那种对华卑躬屈膝的方针，转而支持更积极强硬的防卫态度。中国的霸道行径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日本的新世代鹰派民意，这也是北京可能始料未及的反效果。此外，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表态也值得玩味。高市所属的自民党内自不用说，鹰派们拍手称快，认为总算有领袖能够对中国说不，坚定捍卫日本利益。但连一向对华较温和的声音也不敢公开批评高市。反对党如立宪民主党只是质疑高市是否充分考量发言措辞，但在原则上并未说他错了。曾与自民党长期联合执政的公民党，日本佛教组织创价学会背景政党，其领袖虽然对高市的台湾有事论调表示存疑，但公民党此时已在10月因为其他政治嫌隙退出执政联盟，成为独立在野党。公民党常年主张与中国友好，是日本政坛对华缓冲的重要力量，但它的影响现在减弱，这也使得高市政府更无后顾之忧地执行强硬政策。可以说，日本政坛在这个议题上虽有不同声音，但国家利益面前相对团结。尤其当中国的外交霸凌摆在眼前时，日本朝野都不愿示弱，以免助长对方气焰。而在国际上，日本的盟友们也纷纷对高市早苗表达支持。台湾方面自然是最受鼓舞的，
台北的领导人对日本首相的表态几乎拍手称赞。台湾行政部门发言人立即回应说，日本首相会见台湾代表人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感谢日本长期以来对台安全的关注。针对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这件事，台湾更是刻意唱反调，表达对日相挺。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境拍摄影片，享用日本进口的生鱼片寿司，大口品尝北海道扇贝、狮鱼等海鲜，以行动告诉国人，日本食品很安全，我们全力支持日本。台湾政府也在此之前就完全解除对日本、福岛等地食品的进口限制，显示出与东京并肩的姿态。这种你进我吃的举动在两岸三地媒体上引发热议，充分说明台湾愿与日本共同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决心。美国方面作为日本的安保盟友，虽然官方没有大肆张扬此事，毕竟美国也奉行一中政策，不会公开支持台湾有事日本出兵的说法，但实质上美方对日本的强硬立场颇为赞许。美国驻日大使公开表示，不论是总统本人还是我以及整个美国大使馆都支持日本首相的立场。据报道，美国政府私下对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更加明确、坚定感到安心，因为美日同盟一直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区域安全责任，尤其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要求盟国提升军费，高市也顺势承诺将日本防卫预算在2026年前提高到 GDP 的 2%， 这与美方利益不谋而合。可以说，在此事件中，美国与台湾都站在日本这一边，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团结阵营。反观中国，虽然怒气冲天地动员各种手段制裁日本，但在国际上应者寥寥，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中日争端保持低调，欧洲盟国大多仅呼吁双方对话降温，并未谴责日本。事实上，某些欧美政界人士还认为中国的反应极其不当。例如，美国前国防官员在受访时就批评北京对高市发言的过激反应，称这证明了中国的战狼外交只会更加孤立自己。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日本真的要和台湾建交吗？当前的事态看似往那个方向大踏步前进，日本领导人公开谈论协防台湾，视台湾为盟友，北京则暴跳如雷，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仿佛离断交都不远。难道东京真的下定决心要与台北正式缔结外交吗？这里我们需要理性分析。在现阶段，日本政府仍未改变其一中政策的基本框架，高市早苗的强硬更多体现在安全与军事层面，而非直接宣布承认台湾为国家，与之建交。尽管他在行为上接近打破禁忌，譬如称呼林信一为总统府官员，但截至目前，日本官方立场仍然是维持与台湾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高市本人也在风波后重申，日本将继续遵守1972年联合声明的立场。不过，这次事件确实显示出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逼近那条红线。如果未来台海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东京当局采取更多突破性的举措，例如提升日本驻台机构的层级，名称更加官方化，邀请更高级别的台湾官员访日，甚至参与国际多边对话。这些都将是半官方但实质上的关系升级，为未来可能的外交承认做铺垫。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层现实，日本正在有意识地脱离中国，影响不仅是外交上，还有经贸和战略上。所谓自民党高层宣布脱离中国，可以理解为日本执政团队下决心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摆脱以往看中国脸色行事的状态。近年来，日本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安保政策，目的就在于供应链去中化。比如，日本提供补贴，鼓励制造业从中国迁回本土或转往东南亚，以避免关键产业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又如在尖端科技领域，日本配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卖给中国，以免助长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再比如，在稀土等战略矿物上，日本早自2010年就因一次中日渔船冲突受中国禁运之苦，随后积极在澳洲等地投资矿山，发展替代供应渠道，不让中国拿稀土卡日本脖子。这次中国因高市言论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更会促使东京下更大决心与美欧合作，加速供应链多元化。
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中国给日本的压力越大，日本民众反而越团结。北京或许误判了形势，认为对日施压可以逼东京让步，实际上却激发出日本更强的自主意识和抵抗决心。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执意在台湾问题上对周边国家采取高压威胁，那么日本和台湾走得更近，甚至某天建立正式同盟也并非全无可能。毕竟历史上许多外交巨变都是在高压下发生的。当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改与北京建交，是冷战格局使然。而未来若美中真的陷入新冷战，并在台海一触即发，不排除美日一起调整一中政策，改以承认台湾来共同对抗中国。当然，这将是极为戏剧性也极具风险的转变，等同于中美日完全决裂，新的对抗铁幕落下。日本决策者也深知其中利害，所以目前高市政府虽然强硬，但仍留有一线余地，没有宣称政策转向。然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过去那种日本小心翼翼维持中日关系，不敢触碰台湾议题的时代正在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自信而戒备的日本。他愿意为捍卫自身与盟友安全而承担风险，哪怕因此激怒中国。北京方面如今进退维谷，一方面他想通过雷霆手段压服日本，使其晋升道歉，好维护自身对台问题的绝对话语权。但另一方面，这些手段却在日本国内产生反效果，反而助长了日本对抗中国的民意。如果北京继续升高对日敌意，只会逼得东京更往华府和台北靠拢，形成远中近台的新战略定位。最近的事态发展对此已是明证。中国发布赴日旅游警告后，日本非但没有退缩，还呼吁北京冷静克制。中国暂停中日高层对话，日本则转向加强与美韩等国的安保合作。几乎是中国每出一张牌，日本就亮出一副更不依赖中国的态势。从前中国经常利用经贸往来作为外交筹码，但如今日本似乎下定决心，即使没有你中国，我也能活。这正是北京最担心看到的局面。可以想见，如果未来北京真的对台湾动武，日本势必更坚定地站在美国及台湾一侧。到那时候别说建交，日台甚至可能结成某种军事同盟，共同抵抗中国。而若中国短期内不采取更激进行动，这场外交风波或许还有转圜余地，例如透过第三方斡旋，日中重启某种对话，日本在表面措辞上稍作保留，中国也停止进一步制裁，让关系不至于彻底撕裂。但日中之间已经埋下深深的猜忌和敌意。北京认为日本政府右倾，军国主义幽灵复活，不再可信。东京则认为中国咄咄逼人，不尊重规则，必须提防。双方民间舆论也日益负面，中国人重新喊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要警惕，日本人则对中国抱持更多戒心和反感。所以日本要跟台湾建交，自民党高层宣布脱离中国，北京整个疯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其实折射的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简单说，日中两国正高速奔向一场全面对立的态势，而台湾则处在这场角力的中心。或许短时间内，日本不会正式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毕竟那一步等同引爆中日断交和区域危机。但日本已明确向世界传达出一个信号，在捍卫台湾、牵制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准备更积极主动，即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北京的强硬反应虽疯狂，却可能适得其反，把日本推得更远，甚至推向他最不愿见到的局面，一个更团结且对抗心态更强的美日台联盟。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观察这场风波的走向。高市早苗能否在压力下继续顶住，推动日本防卫改革甚至修宪？中国会不会因顾及经贸损失而稍微缓和对日敌意，还是会变本加厉？台湾问题最终会不会将中日彻底撕裂？这一切都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的局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曾经的对手和盟友关系正在重新排列组合。曾几何时，中日建交被视为东亚和平的基石，而现在日台建交却被某些人开始悄悄讨论作为未来的可能。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我们只能希望理性和冷静最终能战胜疯狂与对抗。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恐怕会见证更多惊涛骇浪。日本和台湾会不会真的建交？北京的怒火最终将把局势推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围绕台湾的博弈正深刻改变着东亚的命运，每一步都惊心动魄。我们身处历史巨变的开端，也许未来回头看，2025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吧。总之，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令解放军最不愿面对的剧本。台湾军队现在无需请示，敢于对越界挑衅者直接开火击落。这意味着什么？赖清德总统大胆打破了延续40年的铁律，将开火权下放到第一线部队手中。过去几十年，两岸虽然关系紧张，但始终维持着某种默契，台湾军方不会轻易先开第一枪。然而如今情势巨变，这条铁律正被改写。为什么台湾在此刻选择如此重大转变？这背后又代表着两岸局势出现什么新变化？让我们深入探讨。想象一下，某天，一架解放军战机胆敢闯入台湾领空12里红线内，还没等北京指挥部反应，迎接它的可能就是台湾导弹的火光。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台湾国防部公开宣示了这样的交战原则：不待命令，直接开火。也就是说，第一线官兵已获得授权，若中共军机军舰越过我方领海领空的红线挑衅，现场指挥官可以直接依照交战规则采取必要反制，不需要层层请示高层。这等于将开火决定权前移到了前线，瞬间压缩反应时间。对解放军而言，这剧本是他们多年来最不敢想象的。台湾不再是被动挨打、不敢还手的软刺猬，而是随时准备亮出尖刺的豪猪。这项宣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发生在2025年12月下旬的一场紧张军事对峙之中。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突然宣布启动代号正义使命2025的大规模环台军事演习，出动了陆海空与火箭军各种兵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实弹演习。更挑衅的是，北京划定的5个演习区域竟然贴住台湾本岛海岸，部分范围明显侵入了我国领海12里界线之内，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中共军演虽然咄咄逼人，但还鲜少如此公然将演习范围跨入台湾主权水域。中共此举仿佛在传递一个讯号，他想告诉世人，台湾周边连领海领空都在解放军火力威胁之下。然而，中共或许没料到，台湾方面这次的应对非常强硬且直接。国防部在演习期间召开了罕见的临时记者会，情报参谋次长谢日升中将在记者会上展示了共军划设的演习区域图，指出其中好几处演习海域紧贴我澎湖与鹅銮鼻附近海岸线，有些甚至跨到了我们12里领海外界线之内。这等于中共自己宣告，他的演习将包含台湾部分领海。对此，我国国防部不但严正谴责，还首次明确画出了实质红线。针对解放军此次划定演习区侵入我领海的情况，授权海军、空军以及各作战区第一线单位依据交战规则 ROE 和授权矩阵采取必要行动，不待命令直接开火，成了这次宣示的关键词。国防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任何主权国家遭受外来武装攻击都有权自我防卫，因此只要共军军机军舰真的侵入我领海领空，那就是对我方的武装攻击，国军第一时间就会行使武力自卫权，当场反击。这番话语气之强硬，在台湾是前所未见的。过去国军多半低调应对共军扰台，不轻易放狠话，如今直接公开告知12里就是铁红线，越雷池一步就视同开战第一击，我方将立即开火还击。这等于明白警告北京，再敢来真格的就要付出真血的代价。而更令外界震惊的是，国军宣誓已经将必要的开火权下放给前线指挥官。也就是说，倘若解放军真的越界挑衅，驾驶战机或军舰冲撞我领域，那么第一线的台湾指挥官和士兵不需要再等待总统或参谋总长一通电话指令才能扣扳机，而是依照事前制定好的交战规则立即做出武力反制。这种高度授权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说是打破40年铁律呢？因为自从1970年代末两岸结束长期炮战对峙以来，台湾军方其实有一条不成文但坚守的原则，绝不轻启战端，不开第一枪。在国军教育中，这几十年来都有句话，不挑衅，不怯战，意思是我们不首先开火挑起冲突，但也不畏战，一旦遭攻击，定当还击。这种克制可以追溯到1979年后两岸进入相对缓和阶段。那一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美中建交，台湾面临国际处境巨变。为了避免给北京任何借口，也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台湾选择战略克制，不再与解放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再往前看，最后一次两岸真正在战场上热战对射，要追溯到1958年金门823炮战时期，那是冷战的烽火岁月。当时国军与解放军在海峡两岸猛烈交火，国军空军甚至以新式响尾蛇飞弹击落过数架共机。然而自那之后，随着冷战格局变化和美中接触，双方军事对抗逐渐降温。最后一场空战，最后一次炮击之后，漫长的40余年里，再没有共军飞机被国军击落，也没有国军炮火主动攻击共军目标。两岸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尽管政治上剑拔弩张，但军事上避免直接交火，各自克制，不让擦枪走火演变成全面冲突。这种不开第一枪的铁律在台湾军中根深蒂固，老一辈将领常叮嘱后辈，第一枪没打好，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大家心知肚明，一旦台湾这边先开火，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可能被北京抓住把柄，当成武统借口。国际上也可能有人质疑台湾，引发冲突。所以多年的战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绝不做擦枪走火的第一方。哪怕共机共建再怎么扰，我方也是以广播驱离、监控警戒为主，除非直接遭受攻击，不会轻易扣动扳机。前线官兵哪怕心里愤慨，也得按耐住，因为命令如此。举个例子，2022年夏天，金门外岛出现了几架来路不明的中国民用无人机，不停在我哨所上空盘旋骚扰，甚至拍摄国军哨兵的影像发上网。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挑衅，小小的无人机飞到头顶绕来绕去，我方初期依然遵循克制原则，先以口头警告，然后射击信号弹驱离。金门守军官兵最初并未直接击落他们，因为没有明确授权。在当时，哪怕是击落一架无人机，都怕引起两岸摩擦升级。然而随着这些小飞机愈发大胆，多次侵入营区上空挑衅，台湾舆论也炸锅了。民众看到影片气不过，质问为何不把它打下来。在强大民意压力下，总统蔡英文下令国军强硬应处。终于在2022年9月，金门防卫指挥部的一处据点对一架入侵的中共民用空拍机开了火，将其当场击落。这是数十年来国军首次在无敌对开火条件下主动对来犯的中方目标开枪。虽然只是一架无人机，且属非军事目标，但这一枪的象征意义重大，它代表着台湾开始不再默默吞忍、无休止的骚扰，愿意在必要时果断反制。当时有人评论，这一枪其实已预告了台湾防务战略正在转变。果然，蔡英文总统在卸任前的最后一年，把原本缩短多年的义务役期重新延长回1年，强化后备军人训练。种种迹象都显示，台湾在面对解放军威胁时正变得更强硬、更积极备战。但即便如此，不开第一枪的基本原则依然没有松动。毕竟击落民用无人机尚属防卫射击的范畴，真正对解放军军机军舰开火则是另一层次了。直到赖清德总统上台之后，随着北京军事胁迫进一步加剧，台湾终于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松动了多年来的禁忌，准备把先制反击纳入选项。台湾铁律的松动直接导火索就是解放军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军事施压。北京当局过去几年采取所谓切香肠战术，逐渐蚕食台海现状的底线。最明显的就是对台湾海峡中线的反复挑战。过去两岸虽无正式协议，但长期各自遵守着海峡中线默契，彼此军机不越过中线，以免刺激对方。然而2020年起，特别是蔡英文总统连任和美台关系升温之后，中共突然宣称台海无所谓中线，开始频繁派遣战斗机越中线挑衅，从原本偶尔1-2架发展到后来
几乎天天有共机逾越中线，逼近台湾本岛方向进行袭扰。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不顾北京抗议访问台北，引发中共暴怒。解放军借机在裴洛西离台后，对台湾实施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围岛军演，多枚东风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并落入周边海域。那次军演，中共干脆宣布中线已不存在，大批军机直接越过中线，从此把常态化跨中线当成对台新常态。台湾方面虽抗议不承认，但军事上也只能每天升空拦截广播。面对数量庞大的共机扰台，国军疲于奔命。仅仅3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军已对台湾进行了7次大规模环岛军事演习，每一次都借口有所不同，有的是抗议美台高层互动，如2022年裴洛西访台，2023年蔡英文过境美国会见众议长麦卡锡；有的是对台湾重大政治事件示威，如2024年初台湾总统大选后，北京也进行了一次军事演练显示不满。再来就是2025年底这一次，外界普遍认为直接诱因是美国刚批准了一笔对台湾巨额军售案，以及日本首相公开强调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引发北京反弹。2025年12月的正义使命演习可以说把解放军武下台湾的力度推向新高峰。它不仅划定的演习区前所未有的贴近台湾本岛，导致台湾本身往来外岛的民航班机不得不取消或延误，几乎制造了短暂的半封锁状态。解放军甚至首度动用岸基远程火箭炮，从福建沿海向台湾北部、南部外海发射多枚长程火箭弹，落点逼近台湾24里临街区边缘，约距基隆东北方70里，台南以西50里。此外，1天多时间内，解放军出动了破纪录的130架次各型军机扰台，90架次逾越中线直逼过来，同时10数艘军舰和海警船在台海各处活动，有些海警船甚至紧贴金门、马祖等外岛的12里界线巡弋，几乎要擦边越界，从空中到海上全方位给台湾压力。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微妙现象，中共尽管把军演喊得声势惊人，但仍然小心翼翼的，没有真正跨过那关键的最后一步。例如，演习期间，共舰和海警船虽然一度贴住金门马祖12里线巡航，但最终都没真正驶进我领海线内。空中的共机虽频繁逾越中线，在台海上空到处飞，却也没有一架胆敢直接闯入台湾本岛上空或领空范围。发射的火箭弹虽落点逼近，但也停在24里线外，没有射进我领海12里内。中共嘴上不承认红线，但行动上其实心中有数。台湾真正的铁红线不能踩，一踩就等于宣战。北京原以为台湾仍会默默容忍他这种边缘试探，最多口头言辞谴责，但这一次台湾的回应却让对岸意外。当国防部高调宣布越界击第1机，我方直接开火反制时，可以想见北京方面有多震惊，因为台湾等于把最后那部红线正式公开化了。中共一直想打心理战，让台湾内部对解放军军力畏惧3分，却不料台湾反倒借此机会把多年来模糊的底线挑明，领海领空寸步不让。这对解放军而言是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若再想继续用擦边球方式羞辱台湾，就很可能引火烧身，真的发生武装冲突。可若因此收敛，不敢再靠近红线，又等于变相承认台湾的实力和决心，削弱自我宣传的威势。这项开火权下放与红线宣示，背后离不开台湾新任3军统帅赖清德总统的态度。赖清德自2024年5月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以来，北京对他可谓高度警惕，甚至充满敌意。原因不难理解，赖清德长期被大陆贴上台独顽固分子的标签。在担任副总统之前，他曾直言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此言一出，令北京大为光火，视他为眼中钉。即便后来赖清德在总统选战中调整说法，强调维持现状，追求和平，但中共显然并不买账。他们早早放话，绝不与台独分裂分子妥协，并多次点名赖清德是台湾问题上的麻烦制造者。可以说，赖清德上任以来，解放军种种军演与武下行动很大程度就是在修理。他意图向台湾社会暗示，选出一个北京眼中的台独分子当领导人。
就要准备承受更大军事压力。然而赖清德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在一系列谈话中释放出更坚定的信号。他多次强调不升高冲突，不挑起争端，但面对威胁绝不退让。例如在解放军此次军演期间，赖清德总统亲自在总统府视讯听取国防部简报，下达指示，要求国军沉着冷静，严密掌握，及时应对。他公开谴责中共无视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待，执意以军事威吓破坏区域稳定，称这是对区域安全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台湾予以最严厉谴责。在对内谈话中，赖清德安抚国人说，我们不会去挑衅事端，但也绝对不会在威胁面前屈服，一句绝不退让掷地有声，展示出他的强硬态度。事实上，赖清德上任后继续推动了前政府开始的一系列国防改革，甚至加码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他提出了一项8年 1.25 兆国防特别预算的庞大计划，要在未来8年投入新台币 1.25 兆元，增强国防实力，着重发展不对称战力，被形象地称为台湾之盾计划。他所倡导的战略理念，简单来说就是刺猬战略，把台湾武装成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让解放军即使军力再强大，也无法轻易吞下台湾。如何成为豪猪？那就是拥有坚强的自卫意志，以及足够多、足够狠的刺。这些刺包括增加各式精确弹药、飞弹、无人机、布雷系统、机动快艇等，发展强大的后备军和全民防卫力量等等。但豪猪再多刺，如果关键时刻不敢用，那也吓不走猛虎。赖清德深知和平不是靠对方恩赐，而是靠自己实力换来。他最近在接受外媒访问时直言，台湾几十年来之所以没被攻打，不是因为中国对我们网开一面，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还不到。这话虽然直白，却戳中了要害。北京总爱说自己对台湾克制忍让，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之前攻台把握不大。赖清德等于揭穿了中共的底牌，只要觉得有胜算，他们就可能动武。因此，台湾不能存任何侥幸，只能加倍强大自保。据说他这番实力不到的言论传到对岸，引起中共强烈不满，因为这等于当众拆穿了北京的面子，暗示中共之前不敢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如何？不少分析认为，中共这次急吼吼搞大军演，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反驳赖清德的说法，谁说我实力不到，我现在就给你看看。北京试图以演习秀肌肉，但台湾更进一步，用交战规则的调整来表明决心。将开火权下放前线，正是赖清德整体防务思维的一环，提高反应速度，压缩指挥链，以免战时僵化，错失机机。同时，这也传达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台湾领导阶层信任第一线官兵的判断和意志，愿意把生杀予夺之权交给他们，这正是对国军士气的极大激励。赖清德在视察部队时，多次对士兵强调，全民会做他们最坚强后盾，国军有节有序，有管制地守卫国土。他身为总统予以肯定和全力支持。他甚至以身作则，传出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就曾主动参与后备军人军事训练营，披挂上阵，与预备役军人一同受训数日，以体验国防动员的实况。这些举动无不显示出这位领导人愿意担起责任，并和将士们站在同一阵线。如果说北京过去寄希望于以斩首行动摧毁台湾抵抗意志，现在赖清德则是摆明了态度，就算我这个三军统帅成为你攻击的首要目标，我也早做好准备，绝不逃避。台湾的防御体系也在朝着没有中枢也能作战的方向改革，务求即便北京妄想透过定点清除领导人瘫痪台湾，国军也能自主作战，不致群龙无首。中共这次军演有个引人注目的细节，他们的官媒文章公然提到演习包含精打和斩首两大特点，其中所谓斩首指的正是对台湾所谓台独势力头目进行模拟精准打击，也就是以赖清德为假想目标的斩首行动。文章直接点名赖清德是演习的针对对象之一，扬言解放军可以随时对台独首恶予以精准制裁，还声称赖清德表面装镇定，内心极为惶恐。不难看出，
北京试图营造赖清德吓得要命的宣传效果，以此动摇台湾人心。所谓斩首行动，就是他们一直吹嘘的战法。战争一开始就用飞弹，特种部队直取台湾高层领导，让台湾群龙无首，迅速投降。但是随着台湾公开下放开火权，前线部队严阵以待，中共的斩首战术恐怕真要沦为笑话了。试想，解放军如果派特种小组偷袭，或派直升机载突击队突袭台北，现在的台湾军警早已得到授权，不必请示就可先发制人还击。昔日或许还有顾虑，要不要等长官下令，如今不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开火，让敌人来不及反应就被拦截消灭。斩首行动讲求突然性和快很准，假如台湾这边反应同样迅速，甚至在敌军未达目标前就予以痛击，那斩首计划将彻底失败。此外，台湾这番调整也意味着，纵然最坏情况发生，假设北京真的对台高层发动袭击，一时间中央指挥系统失灵，台湾军队的各级单位也已经预先获授权，能在没有总部指挥的状态下各自为战，继续抵抗。这正是对斩首战法的釜底抽薪之策。你斩我的头，我身体各部分照样能动；你攻击我的指挥中枢，我基层单位自动接战。不仅如此，台湾平战转换也更加灵活，一旦战事爆发，各地防卫指挥官有权依计划行事，不会因首都通信中断就无所适从。国际上早有案例证明，斩首未必一击得胜。2022年，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开战之初，据说就派出了特战部队和伞兵，企图袭击基辅，捕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快速结束战争。但乌克兰人没有被斩首行动吓倒，泽伦斯基选择留在首都指挥抗战，各级军民即使一度失联，也依计划自行应战，最终粉碎了俄军的夺守企图。乌克兰的表现给予台湾很大启示，要让敌人就算突袭成功一部分，也难以瘫痪整个防御体系。台湾现在所做的就是加强这种韧性。赖清德政府与国军高层显然从俄乌战争中学到了宝贵经验，绝不能把生存希望寄托在敌人会手下留情上，而要确保台湾纵使遭遇突然重击，也能自我延续抵抗。如今前线授权开火，就是在构筑一个斩不断的防御网络。斩首一击不仅无法令台湾屈服，反而会立即引发四面八方的猛烈反击，把来犯之敌团团围剿。这对解放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剧本。过去他们寄望于下组政策，一开始用武力威慑就瓦解台湾抵抗意志，甚至幻想台湾方面不战自乱。如今看到台湾上下从领导人到士兵意志如此坚定，还做好了最坏准备，解放军高层心中必然要重新评估战争成本。更糟的是，他们一手炮制的舆论攻势和斩首威胁，如今看来更像是给自己贴金的空话。台湾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实际行动提升战备。中共军媒鼓吹的那一套赖清德外强中干、内心恐惧的说辞，在台湾舆论看来完全站不住脚。事实是，赖清德并未露出丝毫畏缩，反而以更大胆的防务创新来回应中共军演。两相比照，高下立判。北京方面叫嚣斩首，结果刺激出台湾更强的抗体，这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有人会担心台湾如此强硬，允许第一线无需请示即可开火，会不会增加擦枪走火、引爆战争的风险？毕竟前线官兵压力大，万一误判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谨慎面对的课题。我们必须看到，台湾军方在宣示强硬的同时，也极力强调有节、有序、有管制。意思是，即便授权给第一线，也并非让基层失控开火，而是建立在完整的交战规则和判断矩阵之上。换言之，什么情况该警告，什么情况可驱离，什么情况必须开火，早有清晰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前线军官士兵会接受专门训练，演练各种可能遇到的场景，确保在真正危机来临时不会乱枪走火。举例而言，对付领空来犯目标，国军通常有口头警告信号弹、示警战机拦截最后开火，这样一连串递增的处置步骤。如果对方在较早阶段就退避，事态便不致升级。只有当敌机执意进逼，甚至发起攻击，
才会启动致命火力。所以无需请示直接开火，不是说一见到共机就立刻乱打，而是当该打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地打。而何谓该打的时候已经明确界定，就是敌人踏过我们主权防线甚至动手攻击的情况。反过来讲，这套机制也向北京传递了一种清晰而稳定的信号，只要你不跨过红线，战争就不会爆发。台湾画出的红线很简单，领海、领空以及发动直接攻击的举动，在此范围外，台湾不会主动挑起战端，所以北京若真不想酿成冲突，只要自我节制，不要突破这些线，也就相安无事。某种程度上，这反而降低了误判，因为规则公开后，双方都有谱，不必靠揣测行事。怕就怕过去那种灰色地带，北京或许以为探一探台湾底线没关系，台湾这边又憋着没明讲，结果一方越逼越近，一方终于忍无可忍突然反击，那反而更危险。现在台湾摊开明牌，把底线讲死，反而有助于下阻北京铤而走险。正如一些军事评论员所说，真正可能导致战争的，往往不是负责任的划红线，而是红线不清，敌我误判。在这点上，台湾此举其实是高风险中的稳健赌局，我们拿出决心来下阻，期望对方因此不敢胡来，这也是避免战争的一种策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北京最担心的是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跟台湾陷入硬仗。近年虽然解放军军力大幅提升，但要攻打一个有备而战的台湾，风险和代价依然极高，胜负难料。中共军中很多战略家其实倾向，等再过几年，实力更强，再动手，他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时间表。因此，在他们眼中，现在这几年是个微妙阶段，既想透过高强度军演吓坏台湾，又不想真的引爆战争。而台湾正是看透了他们不想现在开战的心态，所以才更勇于强硬表态。因为越是这种下而不打的阶段，我们越可借强硬提高门槛。对解放军来说，如果现在就轻启战端，很可能陷入一场拉锯战，拖垮他们未来几年发展部署，甚至引来美日介入，那将是最糟糕的剧本。所以北京其实也在害怕擦枪走火演变真火。谁料台湾此刻偏偏把扳机压上膛，手放在扳机上，坦然告知对方，我已准备好，如果你执意要冒险，战争随时奉陪。这副姿态正好戳中解放军的隐痛，他们想吓我们，但现在发现自己也被我们吓住了一部分。有趣的是，这次演习过后，台湾股市和民心都相当平稳，并未出现恐慌迹象。多数台湾民众对共军这套演而不战已渐渐产生免疫力，反倒对自己政府和军队的强硬表现拍手称赞。相较之下，中共的宣传喊话似乎雷声大雨点小，他们放话封锁台湾，斩首赖清德，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堵住台湾的港口，也没让无人机飞进台北上空。台湾的日常生活完全正常，反而是台湾展现了高度戒备与从容，航班该调整就调整，军民冷静应对。国际社会方面，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对中共此次军演也保持相当低调，仅呼吁和平克制，并未表现出被中共吓倒的样子。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一些政要还公开声援台湾，谴责中共破坏稳定。可以说，北京费尽心机搞第7次围台军演，效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削弱台湾士气，反而更凸显出台湾团结防卫的决心。北京当局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很可能继续嘴硬地宣称我们的军演达到预期效果，成功震慑了台独和外部势力之类。然而，真正有识之士都在解读行动本身所透露的讯息。台湾这次开火权下放的策略，无疑是向世界宣示，台湾不求战，但也不惧战。我们要和平，但绝不会以放弃自卫来祈求和平。我们宁愿冒险擦枪，也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向被降服的深渊。这种态度或许无法消除战争风险，但却是避免沦为牺牲品的唯一道路。可以预见的是，在这道12里红线正式亮相后，两岸军方未来的博弈将更加复杂谨慎。解放军会不会认怂？短期看，他们可能会暂时避免故意撞线挑衅。正如有军事专家分析，这次共军演习其实层级并不算最高，比如并未动用航母编队等更大规模行动，
说明北京仍有所节制。这种有限度示威，目的是警告而非引战，因此北京很可能会悄悄告诫自己的飞行员和舰长，千万别误入台湾12里，别开那致命的第一枪。毕竟他们最清楚，如今台湾不再退让，一旦冲突爆发，局势将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然而另一方面，北京又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可以预料解放军未来还是会维持对台高压态势，只是不会笨到正面踩红线，他们可能改用其他回渠战术，绕过我方严防，例如增加对台网络攻击与资讯战，用假消息动摇民心，或者在外交上进一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甚至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祭出某种制裁措施，以报复其所谓挑衅。军事上，他们也许会更多运用无人机、气球这类擦边手段，例如飞越台湾部分敏感区域，但不进入领空，让台湾进退两难。但经过这次事件，台湾显然也会加强相应对策。我们已经看到，国防部强调国军对解放军各种威胁态样都有周密掌握和应处方案。未来解放军再出哪些新招，台湾也不会束手无策。红线划定只是开始，更关键的是持续提升自身实力，确保红线划下去就能守得住。幸运的是，现在台湾从政府到军队再到民间，都已有这样的共识和行动。最后，我们不妨问一问，台海会不会真的开战？没有人希望看到那一幕，包括北京在内。赖清德总统一再说不让战争发生，其实北京何尝不是一边恐吓，一边又怕情势失控？目前看来，两岸都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但双方都在为可能的战争做更充分准备。这听起来矛盾，却是真相。准备战争是为了下组战争，台湾下放开火权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当然明白，一旦第一线真开了火，后果将极其严重，所以我们更要让对方明白这点，好让他不敢让那一刻发生。这是一场高难度的心理博弈和军事平衡游戏。如今赖清德政府已经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展示出破釜沉舟的决心。未来北京会否因而收敛，还是会想出新花招反制，尚待观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台湾不再是40年前那个只能被动承受威胁的小岛，如今的台湾有能力也有意志画出自己的底线。解放军最不敢想的剧本，台湾却已经当成现实剧本在演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或许还会有惊涛骇浪，但正因为我们看清了狂风巨浪背后的本质，我们才能更冷静地掌舵前行。对岸若真有理性，就该明白以武逼和在台湾行不通，与其空放狠话，不如认真思考和平共处之道。否则一旦擦枪走火，最不利的剧本对谁都没好处。就让这条崭新的红线成为维持和平的新起点吧。台湾准备好了，解放军呢？会不会哪天他们真的铤而走险跨过红线？或者他们终究还是得面对现实，在台湾坚定的意志面前打消冒进的念头，时间将给出答案。而在此之前，台湾会继续加固自己的盔甲，磨砺自己的长矛，以智慧与勇气捍卫这片土地。正如那句话，我们不寻战，但战则必胜的决心不可少。赖清德打破的40年铁律，正是告诉世界，台湾人民追求和平的同时，也早已准备好迎接任何风暴。